男人为了能够修仙，就养一群蚊子去吸别人血，蚊子吸的血可以转化成灵液，以下蛋的方式拉出来，男人吃下蚊子蛋后就能获得强大的实力。时间回到3天前，男人从蓝星穿越到这副身体，一抬头就看到了天上踩着剑飞来飞去的剑人，还没来得及跟那些白衣飘飘、仙风道骨的剑人打招呼，就被直接打晕拖走。再次醒来就在这牢里面，期间还不停的有人被丢进来，也不停的有人被提出去，但被提出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我说你小子，你到底怎么被抓进来的？一点灵力都没有，你也是邪修？说了很多次了，邪修个屁，老子纯路过的啊！可惜啦，这么年轻就要变药灰啊！药灰啥意思？那些被提走的都去哪了？还能去哪儿？丹炉里呗。啥？他们可是一身白衣啊！穿白衣服的不都是名门正派吗？他们也拿人来炼丹？一惊一乍的干啥？他们算个屁的名门正派！哎，算了，你不懂，这世道人命不值钱。那难道所有人都练？我又没灵力。你没灵力，但是你有血气啊。不过你应该是活得最久的，毕竟血气最低级，有我们这些人在前面排着，最后才会轮到你。牛三看着七宝的眼神总有说不清的感觉，有些羡慕，又有些不甘。许久，长叹了一口气，转身睡觉去了。靠！我穿越过来就是为了让我当炼丹的材料，有病吧？别的穿越者都有系统，为啥我没有？我的系统呢？系统，快出来！应宿主要求，养成系统已激活。养成系统每日签到，获得属性点+1，可自由分配，可以让任何动物、植物、矿物拥有极快的成长和进化速度。这才对吗？穿越者怎么能没有系统呢？虽然1天1个点属实太少了些，但总比没有好。怎么加？点一下吗？难不成蚊子也能加？戳一下试试。目标蚊子加点成功，晋级为嗜血狂蚊。由于该生物等级较低，自动成为宿主的专属召唤生物，生死控制不限距离，精细操作距离由宿主实力决定。撤回，快撤回！但是为时已晚，七宝的第一个点就这么加在了一只蚊子的身上。我尼玛，又要多等1天。不出一会，那只蚊子飞了回来，落在七宝的手心里，轻轻拉出一个蛋。这蛋是他去吸了别人的血才下的吗？蚊子不是一次性会下几千个蛋吗？这一个独苗苗还是拉出来的，米粒大小，能不能吃？随后七宝放到嘴里，咬破了之后，一股甘甜的灵液直达全身。爽！就这么一颗，刚才还虚弱不堪的身体，一下子居然恢复了不少，大补啊！由于宿主食用嗜血狂蚊抽取的生物精血，肉身强度+1。有戏！紧接着，蚊子继续去吸血，不到2个半小时，已经产出了10几颗蚊子蛋，全部都下七宝的肚子。经嗜血狂蚊随即抽取到了下品金灵根，宿主获得下品金灵根，灵根蛋可以重复增益，直至极品灵根。这蚊子还能从别人身上抽灵根，而且还能一直升到极品，意外之喜啊！逃出去之后，我七宝也能修仙了。老牛，快醒醒！我累了个去！你吃补药了，就这么一会儿，红光满面。我用秘法激活了一下潜力。老牛，你有办法逃出去吗？我有个屁的办法，除非有人来救咱们。两人正说话间，一个黑色的身影静静地站在那里，一股深入灵魂的威压向牢房涌来。刘三直接就被吓尿了。血河老祖是血河老祖啊！血气如此充盈，天生的炼体奇才啊！找了几10年了，没想到今天让我给碰上了。完了，从一个狼窝跳到了虎口。老夫看上这小子了，我要带走，带回去做个衣钵传人，你没意见吧？没意见，荣幸之至。那地牢里还有许多的材料，老祖您今日就这样了，改日再来吧。恭送血河老祖。今日之事，尔等要守口如瓶，就不必知会宗门了。只是那血河老祖收他做徒弟，这小子将来会不会回来报复？猪头，你还真以为他是想传衣钵啊？小子挺壮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可愿拜我为师啊？先狂这小子拜师，去了他的防备之心，好安心修炼，等身体条件合适了，再将他夺舍。小的叫七宝，仰慕修仙者久矣，愿意拜入老祖门下，乃小的千世修来的福报。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活命谄媚一点，不寒碜。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首席大弟子了。这血道圣体和血气化灵之法，以及修炼基础知识1篇，还有一些修炼资源。半年之内，你必须练到血道圣体第1层圆满。是，老祖。童儿，带他下去休息吧。大师兄，请在此间居住修炼，有事儿唤童儿即可。嘿嘿，童儿妹妹，我这初来乍到的，对咱圣祖的过往还不够了解，能不能跟我讲讲咱老祖？大师兄，童儿只是个侍女，很忙的。
这态度也太奇怪了吧！你一个师女啊，老子好歹是大师兄啊！系统签到，签到成功，属性点+1。系统，嗜血狂蚊升下1级需要多少点？升了之后是什么状态？下一级只需要1点，升为紫蟒通天蚊，可通过吸血积蓄能量进行繁殖，且后代自动认主，吸力加强，智能超级加强，能够进行初步沟通，能更好的完成主人的指令。可以繁殖，蚊子的繁殖能力可是超强的，仅一只就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还有了下品金灵根，这东西要是一群，那我还不得起飞？加，给我加到它身上。加点成功，嗜血狂蚊升级为紫蟒通天蚊。一边正嗡嗡飞着的蚊子，一道亮光闪过，大小没有变化，但是肚子上多了一道紫光。然后新的紫蟒通天蚊就按指令去水池那边待着下蛋去了。七宝则是研究起了修炼基础知识。怪不得血河老祖要去牢里吸人血气，原来这功法能将血气转化成灵力，转而提升自己的境界。灵石之法，系统，我可以加点在灵石上吗？宿主可以加任何的植物、动物、矿物，加点即可全面提升，包括灵石。那就是可以，可惜今天没有点可以加了。紫蟒通天蚊孵化了，但这东西要怎么指挥？几千只呢？难不成扯着个嗓子狂喊？系统，我这段时间存的15个点，如果我加在自己身上，能升到什么级别？只需要10个点就可以达到炼气后期，虽然还没有筑基，但已经可以初步使用灵石了。好，要的就是灵石出阶，有了灵石之后，可以通过灵石来操控蚊子了。境界提升到炼气后期后，七宝开始运用灵石附在一只紫蟒通天蚊的身上，控制着它向外面飞去。路过一个窗户的时候，发现有些动静，于是七宝控制着它从窗户飞了进去。嘿，这两个奸夫淫妇，这半个月那小子修炼上有没偷懒？童儿盯着呢，没偷懒。那就好，等他炼体到了1层圆满，肉身就能用了。到时候老夫夺舍了他，那具身体年轻又血气盛，绝对会让你欲仙欲死。讨厌，不过一具身体只能被夺舍一次，老祖还是要先试试它，以免出现意外。放心，没有修炼痕迹，气血还如此充盈，绝不可能是夺舍之后的样子。来，换个动作继续。水。哎呀，就是只蚊子。在蚊子化成灰烬的一瞬间，七宝眼前一黑，控制蚊子的灵石回到身体。他喵的，这老登果然是有问题，居然打的是夺舍的主意。男人为了能够修仙，就养一群蚊子去吸别人血，蚊子吸的血可以转化成灵液，以下蛋的方式拉出来。男人吃下蚊子蛋后，就能获得强大的实力。就在刚刚，男人通过蚊子发现这老壁灯身体虚弱，想要夺舍我这年轻强壮的身体。这时他绝对不能坐以待毙，要让这群蚊子出去吸血，多下蛋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凭我现在的精神力，顶多只能同时控制几十只，这里那么多蚊子怎么弄？就这样放他们出去，效率有点低，怕是还没有等我成长起来，血河老那壁灯就已经要夺舍我了。有了，于是七宝用灵石和紫蟒通天蚊沟通，给蚊子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一、自己生的自己管，血源系统先建立起来；二、设定总监、经理、主管3个管理级别，总监级直接对七宝负责，其余的自行分层管辖；三、所有蚊子吸到的血气自己留一半，用来产卵繁衍后代，另一半逐级上交，一直到七宝这里。所有总监听令，每天天亮开早会，将队伍的文员情况、产能情况直接向我汇报，然后3天一个小节点，10天一个大节点进行大总结。蚊子大军们出发去吸血。半年时间过去，随着蚊子大军不停的发展，麒麟山脉的外围第一次被一群蚊子翻天覆地，筑基期以下的小妖几乎绝迹。至于七宝这边根本就不吃饭了，天天吃蚊子蛋，靠着血气化人之法。跟我也到了筑基酒店。这段时间我只提升实力，血和那老壁灯的血道圣体我一直没练，应该不会夺舍这么快吧？大师兄，老祖让你过去一下，说是要考教一下你的血道圣体进度。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完了，要被夺舍了吗？童子，帮我把修为隐藏到炼气期。已经把宿主的修为隐藏到炼气后期。徒儿七宝，拜见老祖。七宝啊，血道圣体乃是炼体秘法，第1层圆满出拳时，肉体能有1000斤之力。你现在出拳有多少力了？打来我看看。是。此时七宝有点慌，其实他之前达到了炼气后期，由于血气过于充沛，随便练了一下血道圣体，出拳就已经超过1000斤之力了。只能控制着体内的灵力，仅用纯肉身轻轻的打一拳，看看能不能蒙混过关了。500斤，你自身血气十分充盈，是1000年都难得一见炼体苗子，为何半年才达到500斤力道？老夫给你的那些辅助修炼的天才地宝，你用了吗？用倒是用了，可能是我资质愚笨。
正常人修仙，哪怕是单属性下品灵根，半年了，这么多材料，就是堆也该堆起来了。难不成这七宝除了血气充盈之外，真的是块朽木？行吧，这些材料你拿去，要加紧修炼，争取早日达到第1层圆满。下去吧。是，老祖。七宝正庆幸自己能混过关了，可刚准备离开，血河老祖觉得兵器与平常有些不同。且慢。于是鼻子开始到处闻，终于确定了味道的来源，就在七宝的身上。随后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直接落在了七宝的身上，七宝身体就失去了控制。老祖，这是为何？你小子胆敢骗我！那么多药材，半年连个1层都炼不出来，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精纯的戏谑味道，必定有诈。随后血河老祖的一缕神识直接侵入了七宝的身体。老祖，您重伤未愈，不可轻易动用神识啊。好啊，筑基9阶，半年时间就从炼气1阶到筑基9阶，你小子肯定身怀异宝，给我交出来，饶你不死！你做梦！然后七宝果断给早就埋伏在外面的文总监发了信号。结，不管你有什么秘密，老夫夺舍了你，这些秘密照样是我的。紧接着，血河老祖神识全部入侵七宝的体内。就在此时，一群蚊子扑面而来，一旁的侍女直接被吸干。但血河老祖有护体罡气，蚊子开始大量的死去。老狗，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你就是死，你这具身体也是我的，是吗？我死也要拉上你。于是七宝心一横，20只蚊总监飞到了七宝后面。只要七宝神魂失守，被血河夺舍成功，他们会第一时间把自己吸干，宁死也不便宜他。此时，血河老祖的神魂已经全部侵入七宝的脑海。不对，不可能，你这身体已经被夺舍过1次了。王八蛋，你到底是谁？我的身体被夺舍过1次了，什么时候？难道是我自己？真尼玛报应！老子是21世纪灵魂穿越过来的，老子才是第一个夺舍的。想到这一点，七宝的神魂终于坚持不住，晕了过去。此时，万灵洞从麒麟山脉顺着飞蚊的路线飞速向血河的洞府而来。下方洞府是哪位道友？这些妖纹可是阁下所豢养。下方洞府是哪位道友在此清修？这些妖纹可是阁下所豢养。不久，晕过去的七宝被这个声音直接惊醒，环顾四周，到处都是蚊子的残尸，然后看到血河老祖的尸骸上的储物大扳指，七宝下意识的取下，放进了自己裤裆里。不知道血河的神魂是消散了，还是跑了？没人，滚去！鬼魂，这里是谁的洞府？你是何人？为何在此？美女。但是七宝注意到他手上那一面写着一个魂字的幡。完了，从一个狼窝跳到了虎口，现在又是一个恋人魂魄的邪修，亲吻佳人，为何修魔？邪修。百里清欢明显愣住了，眼前这少年背后插了20几个小洞，居然还没死。算了，懒得解释。这是血河那个魔头，快说，他是不是血河老祖？他生前是个活人。你说的什么废话？我是问你，他是不是血河那个魔头？这个老六只是把捡来的储物戒指藏在裤裆里，没想到这个女人却要他脱个精光检查。续接上集，七宝在魔修夺舍失败下逃过一劫，结果又来了一个扛着魂幡的邪修。完了，这女人扛着个魂幡，肯定是个邪修，死定了。你不要害怕，我不是邪修，是战魂宗的弟子。我问你问题，你只需要点个头或摇个头就行了。这个人是血河那个魔头吗？百里清欢兴奋的2只脚都跳了起来，然后一道残影冲到房里，就听到房里乒乒乓乓的声音传来。不是邪修，那好像不用死了。不对，这是什么？七宝觉得这满地的蚊子中有一只不太对劲，趴下。没错，是我升级起来的蚊子，可咋看都不太对劲呢。七宝观察了半天，一个可能的猜想突然从脑海里蹦了出来。我操，你该不会是血河那老狗吧？夺舍不了我，你就夺了只蚊子？这老登的身体回不去，我的身体又夺不了，周边唯一的活物就只有蚊子了。要想不死，唯一的选择就是夺舍一只蚊子。报应啊，你这老登罪恶滔天，以后就叫你血河滔天蚊吧。环顾四周，百里清欢的死尸还在到处飞荡，并没有注意到这边。于是七宝偷偷的点挥几只走针，把血河那一只架起来，和其他蚊子一起向麒麟山脉飞去。没道理啊，这么大一魔头，就这点家产。随后用怀疑的眼光看向七宝，不要用你那怀疑的眼光来侮辱我这高尚的人格。紧接着七宝脱了个精光，仅留最后一点隐私。这里还要看吗？算了，穿上吧。血河这老魔伏诛是一件大事，我要回禀明宗门，你要和我一起做个见证，问完了话就会放你走的。好吧。于是百里清欢一把跑到了人影上，就带着七宝回了战魂宗。
你是说这血河老魔豢养妖纹在麒麟山脉吸血，用来供自己修炼，却被这些妖纹反噬自身而死？是的，师傅，这个小子也是被血河抓去吸血用的。当时后背上密密麻麻全是蚊子叮的洞。你亲眼所见？是的，师傅。而且洞府里没有找到那件东西，这小子还是当场脱光了给你查看的，对吗？嗯。小友，能否讲讲你是如何到了血河的洞府，又发生了些什么？我只是有一点金属性下品灵根的普通人，因为比常人的血气更充盈一些，被血河抓到他洞府中，强行要求拜师，说让我修仙。实际上他就是为了夺舍我。那天他正准备夺舍我的时候，突然飞进来好多蚊子。等我醒来的时候，这位仙女姐姐就出现了。说完，七宝地上那本血道圣体的功法，大长老草草翻看了几页，就丢在地上。什么圣体法？明明是血魂殿的血魁之术，低级的不能再低级的炼体之法。看来他还真的是把你当成夺舍目标了。各位长老，还有这本血气化灵之法，那血河老魔每天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些血包让我吃下，然后就逼我练这个，半年时间就把我催到筑基9阶了。什么半年连跨2个大境界，这完全不顾根基稳固与否。看来他很着急啊。他好像受了什么很严重的伤，所以才急着换身体。应是神魂受损了，怪不得妖纹会施主，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和谁打受的伤？那会不会就是这个让他受伤的人从他的手上抢的那件东西？有可能。都是一群好人啊，直接脑补闭环了。七宝，你半年时间就连跨2个大境界，根基极为不稳，将来天井之下恐难全身而退，不如你就留在我战魂宗吧，如何？大长老德高望重，连我的修行都是在他的指拨下入的元婴境，你小子还不赶紧拜师？真的可以吗？我只是个下品灵根。灵根下品又如何？修行之途又不是只有争强斗狠，品行比灵根更加重要。何况战魂宗是主修神魂，灵根强一些当然好，差一些其实也无所谓。我听清欢说，你初见他时毫无自保之力，却也敢当面怒斥他是邪修，足见你心性之正，所以老夫才起了收徒之心。这什么这呆子，快拜师吧！弟子七宝拜见师傅。起来吧，你先下去休养几日。清欢，你带七宝下去吧。以后你就是我的师弟了，但在战魂宗你就是大师兄，我是大师姐，只要大长老收的徒弟都得称为师兄。大长老只有你我2个弟子吗？是的。师姐，战魂宗一个名门正派的主要攻击手段，居然是扛着个招魂幡放战魂出去打架，这跟历史上有名的魔修宗门万魂宗简直是一个攻击路数。唉，当年我们人族修仙者与魔族大战，我们有一位先祖即将战死，他为了能在死后也能继续杀魔，甘愿与一名万魂宗的弟子结契，自愿成为一名战魂。此后，越来越多战死的人族英灵也都自愿结契成为战魂，我人族修仙者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后呢？然后这些招魂作战的弟子就自发脱离了万魂宗，重新成立了战魂宗。数万年之后，万魂宗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而我战魂宗虽然延续至今，却也落魄成了一个3流的宗门。那我战魂宗和万魂宗最直接的区别是什么？战魂宗所弃之魂必须是自愿，这样才能保留其生前的战斗意识。至于万魂宗嘛，每一条魂魄是自愿的，具体的自己去查资料吧。百里清欢留下一些治疗丹药后就离开了。来吧，开早会。房间里20几只从麒麟山脉专程赶到这里的总监文代表，血和滔天文也在其中，等待七宝的审判。血和，你也有今天。男人为了能够修仙，就养一群蚊子去吸别人血，蚊子吸的血可以转化成灵液，以下蛋的方式拉出来，男人吃下蚊子蛋后就能获得强大的实力。可在男人养的一群蚊子中，居然混进来了一个超级大号蚊子。你过来，先说说你为啥这么大，是不是吃啥特效药了？回主人，属下是元婴期的，所以比较大。可是你刚夺舍我蚊子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大啊。是因为属下这段时间修炼了。可你现在是蚊子啊，不是靠吸血来成长的吗？你是说你这段时间比他们吸了更多的血吗？不是的，主人，妖和人一样，也是可以靠灵气修炼的，万物皆可修炼。属下只是把以前自己用的血河大法稍稍修改了一下，就可以用在这个新身体上来进行修炼了。我懂了，蚊子不是不能修炼，只是他们的智商不高，不知道如何修炼。那也不对啊，这才多久，不应该进步这么快啊。可能是血河大法与蚊子的血灵根属性太匹配的原因吧。蚊子还有灵根，还是5行灵根之外的特殊灵根，血灵根。蚊子既然能修炼，应该还能用战技吧？可以。那可不可以破了一些大能的护体罡气？我有独家秘法独龙战。那飞行速度能不能赶上人家踩飞剑的？只要肯努力，速度超越东风51都不在话下。
此时，七宝心里又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大家听着，文总监级别的全部给我去修炼，总监以下的继续吸血繁衍后代。血河，我那些文总监的修炼都交给你了。今天的早会到此结束。开完了早会，七宝终于有空好好整理一下血河的那枚储物戒指了。不知道戒指里会不会有个老爷爷呢？随后，七宝将戒指里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好家伙，各类灵石足足有10万多枚，还有一些功法秘籍跟一堆武器。奇怪，长得像是战魂宗的标志性武器，为何在血河老祖的戒指里？难道他是长老们口中说的那件东西？血河，这是你戒指里的，你知道这是啥？回主人，我上次就是因为抢他受的伤，但是不知如何认主，所以属下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元婴期的都认不了主，高级货啊！系统，你知道这是啥玩意不？认了主不就能知道它是什么了吗？元婴大佬都不能认主，我这卡拉米还能认主？要不宿主你试试？试试就试试。说干就干，七宝把别的东西都塞回了戒指，然后挤出一点血滴在了上面，弹指一闪，血就不见了。靠，我就不信了。说完，七宝直接在大动脉上拉了一条大血，血花花流在了上面，那矲开始发出微微的亮光。有戏，但是这种流法要不了多久，我都要被吸干了。于是迅速拿出储物袋，把之前存的蚊子弹丢嘴里，足足持续了2个半小时，才放慢了吸血的速度。此时的七宝已经快虚脱了，就这吸血速度，谁来认主都得死吧？怪不得血河没办法让他认主。突然，一道来自远古的气息就这样充斥在了七宝的识海，神器万魂幡，残破，当前等级灵气。果然是长老们口中的那件东西，这下子玩大了。认都认主了，还能咋地？还是研究一下吧。七宝将神石往幡中一探，里面空无一物，一条魂都没有。万魂幡里没有魂，还能叫万魂吗？这眼前也没有魂可以装啊，那这东西能不能装活物？于是七宝手握万魂幡，轻轻一挥，蚊子就被装到万魂幡里。能装活物，不愧是神器。虽然只是个残破版的，就是说以后可以用这万魂幡装蚊子去干架了。玩得正嗨的七宝正想研究一下这件传说中的神器还有什么别的声音，外面就传来敲门声。大师兄，不好了，大师姐有麻烦了。你跟我说一遍什么情况？大师兄，浩然剑宗的剑子朱一鸣提出来要和大师姐解除婚约。大师姐才18岁吧？啥时候订的婚？娃娃亲，好像是当年他们的父辈定下来的。那没什么感情吧？退就退呗。怎么清欢师姐她很在意吗？哎呀，大师兄，大师姐是被退婚的一方，这事儿很伤脸面的。以后咱大师姐就是天下修士的笑柄了。各位长老应该清楚，我浩然剑宗乃是天下名门正派之首，而贵宗实力仅仅是一个三流门派，此桩婚事确实不太匹配。呸！所以你们就仗着宗门实力来我战魂宗耀武扬威？我们只是来退婚，何来耀武扬威之说？两家婚事本为世俗之约，你却跑到人家宗门来退亲，还说什么名门正派之首，这还不是耀武扬威？哟呵！你是谁呀？有你插嘴的份儿？我是你爹，叫2声来听听。你婚书有没有？信物何在？没有。没有？那你来此作甚？感情这货是来装逼的，信物也没有，婚书更是毛都没有一根，斗破里都不敢这么写啊！你莫要嚣张，这婚就算今日退不了，他日也必定是要退的。我已经被婉月仙宫的圣女柳平儿看上，2大一等仙宗联姻，岂是你这小小战魂宗能阻挡得了的？2大顶级仙门联姻，关我战魂宗何事？战魂宗一个三流宗门，也没有必要去阻拦吧。但今日之事，还得有个台阶才行。看七宝口才如此了得，干脆交给他处理吧。今日之事实在是太过分，你来处理，只是切不可丢了我宗门颜面。收到宗主的传音后，七宝看了一眼清欢师姐，百里清欢也给了他点点头。有了宗主跟师姐授权，就好办了。男人为了能够修仙，就养一群蚊子去吸别人血，蚊子吸的血可以转化成灵液，以下弹的方式拉出来，男人吃下蚊子弹后就能获得强大的实力。续接上集，七宝突然知道师姐与一头猪有婚姻，如今那头猪上门退婚，师姐授权给我处理这婚事。既然师姐授权了，那直接开炮对回去吧。凡俗婚约，你跑人家宗门来退，不带婚书前来，没有长辈随行，信物都没有一个。今日之事，浩然剑宗必须要给一个说法。你要什么说法？3年河东，3年河西，莫欺少女穷。3年之后，我战魂宗大师姐将亲自上浩然剑宗击败你，让整个修仙界都知道是你浩然剑宗的贱人，配不上我那战魂宗大师姐，然后再给你当众退婚送客。好，我看也不用等什么3年后了，咱们天门论道上见吧。到时候看看贵宗的大师姐实力到底是什么成色。告辞。
剑人。浩然剑宗的人离开后，七宝就见宗主、大长老、百里清欢三人黑着脸，神色不善地看着自己。怎么了？是不是忘记把他俩吃瘪、狼狈逃跑的样子拍下来了？哎，你换新相机了，旧的呢？卖了呀！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正好我的旧的一直想卖又懒得处理，就干脆约了转转上门回收。没想到那台索尼相机还卖了3800多，而且转转连相机、无人机这种摄影器材都能回收，组织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他俩娃娃亲的婚事本就不是宗门该插手的，我的意思是打发走就行了，你怎么还燃起来了呢？什么3年还河东河西的，你在哪学的这些词？大头猪，我本就看不上，退了就退了，只是不屑他跑到我宗门来说这事。现在好了，我不但要在战魂宗内丢人，我还得去天门论道上，当着全天下所有宗门再丢一次人。师傅，我不活了啦！完了，人前显圣一时爽，事后填坑火葬场。我好像忘了师姐可能没有这个实力。好了，别哭了，七宝刚才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了，看着他们俩灰溜溜的逃跑，难道不爽吗？爽，可是没什么可是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天门论道还有1年，也许来得及准备。七宝，此事你有一定的责任。1年之后的天门论道，你必须陪着师姐一起去。徒儿责无旁贷。好了，今日正好在场，为师带你去万帆林还有藏书阁，去挑一挑功法以及武器吧。接下来1年时间，有你忙的了。是，师傅。前面就到藏书阁了，你进去挑一本本命功法吧。师傅，徒儿这身体情况，什么功法最合适我呢？你挑功法，功法其实也挑你，所以什么最合适，这也很难说。明白了。七宝进了书阁，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功法。七宝挑得眼花缭乱。系统，你能帮我挑一本功法吗？宿主的身体未来发展空间很大，因为蚊子能吸人灵根给宿主，那宿主就能成长为全属性高等灵根，故建议全5行齐全的功法。有道理啊。七宝在找功法的时候，管理藏书阁的一个人走过来，递给七宝一卷功法。大师兄，这是大长老让我挑给你的，他还让我催你快一点。嘿嘿，这个师傅嘴上说着不帮忙，结果还不是给我开后门了。七宝打开卷轴一看，点魂经没有属性，不属5行，是一本用主修神魂、滋养神魂的功法。唯一的修炼要求就是能忍痛。奇怪的是，这卷轴有一股隐隐的波动，有些像万魂幡上的波动，难不成这两者还有什么关联？不管了，师傅给的，这老头应该不会害我。徒儿，这里番旗数量众多，挑选番旗需要的时间也不短，你且仔细挑选吧。你挑完之后自去寻你大师姐，他会带着你修炼各种法门的。是，师傅。说完，大长老苏明转身离开了。七宝也向番灵深处走去，只是走了快1圈了，并没有哪面番旗对七宝有感觉。真是奇了个怪了，难道是因为自己手里已经有了万魂幡的原因？七宝刚取出万魂幡，这里所有的幡都朝七宝这边拜服，突然出现了上千阴魂，七宝顿时傻眼了。这万魂幡也太招摇了吧！战魂宗也一直在找这个东西，要不然上交吧。刚有此念，手中番旗就传出不喜的感觉。欺凌啊欺凌，有你在，别的番又不选我，你这造型这么显眼，我也不敢拿出去战斗啊！加上师傅又对我这么好。七宝话还没说完，万魂幡外形就变得破烂不堪，还冒着黑气。行，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出来了。这位道友，我等皆为宗门战死之灵，可否敬道友的番中一句，日后自愿为番主出战，为人族而战。天降富贵，这些都是灵智清醒的战魂，以后行走修仙界，这绝对是一股强大的战力。各位前辈，小的七宝将来必不负所托。上千阴魂纷纷进入了万魂幡，随后七宝收起万魂幡，心满意足的去找师姐修炼各种法门。恭喜师弟突破金丹期，师傅让你随我出发去麒麟山脉，要磨练你的实战技能。知道了，师姐。师弟，前面有一头筑基巅峰的小妖，把它拿下，看看你这半年来的修行成果。好嘞，师姐。嘿，还看收你来了，拿命来！七宝将魂幡高高挑起，追着这小妖疯狂的锤。这愣头青教多少回了？战魂宗的战法是要躲在后面用灵力召唤战魂的，毕竟战魂打散了可以在番旗之中重生，人要是没了就啥都完了。不过师弟打起架来还真的是挺帅的。师姐你怎么脸红了？没事，咱们去下一个地点吧。哦，师姐，我刚才看到那边有一个文妖窝，好像实力不错的样子，我们去看看呗。行，听你的。
男人为了能够修仙，就养一群蚊子去吸别人血，蚊子吸的血可以转化成灵力，以下蛋的方式拉出来，男人吃下蚊子蛋后就能变成强大的势力。而这个老六今天要带着这种人去干自己养的蚊子。里面的蚊子妖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主动投降可以从宽处理，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现在给你们2分半的时间考虑。需要这么礼貌的吗？主人这是在搞哪样？我们那么辛苦的给他砍蛋，如今他却要来干我们，真把我们当日本门整啊！你们这群二货，没看到主人身边有别人吗？主人那是不想暴露我们，在这演戏呢。那我们是投降还是逃跑啊？既然主人在演戏，我们当然得配合。等下我们就假装不敌，然后逃走。各位文总监、经理、主管们，传令下去，大家排好队。等下主人要进攻的时候，我们从这边洞口逃出去。里面的妖蚊准备好了没？我要进攻了。当七宝来到山洞口时，另一个洞里冒出一群蚊子，飞向远方，密密麻麻的，有几千万之多。来吧，师姐，他们逃了，我们进去看看。山洞里有着一堆一堆的蚊子蛋，七宝上前拿起蚊子蛋就往嘴里丢，小心有毒。没事，师姐，好像挺补的，你也来试试。看七宝吃的欢，百里清欢也忍着恶心，捏起一颗，小心的丢进嘴里。然后也跟七宝一样，疯狂的吃蚊子蛋，不到2个小时，几堆蚊子蛋都被2人吃完了。师姐，我知道还有一个蚊子窝，数量不比这里少。真的，也是血和老魔以前养的。对，应该也积累不少了。那走吧。于是2人又前往下一窝蚊子的嘴。刚到洞口，蚊子还是跟之前一样从另一边逃走了。百里清欢看到这些蚊子不仅不会伤害自己，而且逃走的蚊子中还有一个元婴期的。这个师弟绝对有秘密。师姐，发什么呆？赶紧进来吃蚊子蛋，我都开吃了。师姐，咱这是第几个窝了？好像10几窝了。还要不要继续吃？不行了，师弟，我快要撑爆了。现在金丹9阶，再来一点点就升到金丹巅峰了，和朱一鸣那小子快齐平了。师姐，那干脆咱们直接干到元婴去，压那小子一头。不行的，前面的境界没事，但是升元婴期是有雷劫的。好吧，那我们把没吃完的打包回去吧，不能浪费。说完，七宝带着百里清欢去那些没吃过的蚊子窝打包蚊子蛋。主人这是没完了，就算我们不是人，也不用这么折腾我们啊！别啰嗦了，赶紧去下一个地方准备好蚊子蛋，等主人来打包吧，以后有好处少不了你们的。师弟，咱回去吧，储物袋里的够咱吃到元婴了。回师门去把这一身的血气都转化成灵力，再把劫渡了。我要在天门论道上暴揍那头猪。行，那我们回去吧。你们俩这是去干啥？浑身都是血气，还胖了不少。于是百里清欢将事情讲给苏明听，随后还取出一粒蚊子蛋让师傅查验。苏明放进嘴里细细品尝，发现并无任何问题，这才放下心来。行了，我打开镇魔窟，你们沿镇魔窟走上几圈，总之将这一身的气血都转化成灵力吧。镇魔窟？对，镇魔窟。清欢，你带七宝去吧，路上可以把镇魔窟的来历讲给你师弟听。师弟，跟我走吧。师姐，镇魔窟一听名字就觉得不是什么好地方，难不成里面真的镇了一个恶魔？里面的确镇了一个魔，当年仙魔大战，魔族战败后，他来不及撤走，被我修仙者大能镇压在了此处。我也是听师傅说的，但没有看到过这头老魔的样子。仙魔大战不是数万年前的事了吗？这头老魔还活着？修炼者的寿命是随着境界的提升而提升的，活个几万年有何稀奇？镇压魔头的地方，师傅让我们去走几圈，是何用意？师傅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想那么多干啥？师姐，这里啥都没有啊。百里清欢没有理七宝，只是拿出那枚令牌，地面就出现一个复杂的阵法，把2人框在中央，随即2人消失，出现到了山体内部的空腔。这是传送阵。传送阵？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我们在宗门的正下方，这里是镇魔窟的内部了。这里改造成了修炼的地方，不过是专门给元婴期以上的人用的。师姐，你怎么了？结果七宝刚出阵，一道巨大的压力直接压在了七宝身上，千钧之重，直接压在了身体的每一个经脉，压到动弹不得。怪不得叫镇魔窟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镇压啊！师傅这个老六是不是故意想看咱俩的笑话？我算是知道为啥以前师傅不准我来这里修炼了。别说了，爬吧。随后2人顶着重力压制，缓缓爬动，爬了2天半后，2人终于从爬行状态变成了站立型，但每走一步都需要对抗全身那强大的重力。又过了几天，2人可以顶住压力正常行走，于是他俩一边磕着蚊子蛋一边修炼。师弟，我感觉基础很扎实了，得出去准备渡劫。金丹巅峰了吗？对，我先出去了，你要是还能继续，就多来几圈。
随即七宝又走了几圈，正当他要坚持不住的时候，突然压力一松，整个修行的地方连一丝重力都没有。难道法阵失灵了？何人让我陈年？这魔不会是脱困了吧？阁下是谁？这里是镇魔窟，你说我能是谁？哦，小的只是来此修炼，并不知道阁下名讳。也许是小的修炼入迷，不小心惊扰了阁下，我这就退出去。等等！突然有一只庞大的眼睛一直看着七宝，七宝也不敢动，任由那只眼睛看着他。不对呀，镇魔窟说明这童魔是被镇在这里的，几万年来还是有不少人来这里修炼。如果镇魔脱困了，怎么师傅还让我下来修炼？你身上有一个我很熟悉的波动，是什么呢？你身上怎么会有那件东西？这个男人只是有冒着黑气的万魂幡，就将万年前的魔符唤醒。你身上怎么会有万魂幡，而且还冒着黑气？这幡冒的不是黑气，这是蚊子。这么好的神器，你居然拿来装蚊子，真是糟蹋了。你管得着吗？我爱装啥就装啥。再说了，你突然冒出来，到底有何事？我们做个交易如何？抱歉，我和你没有什么好交易的，我只是个小卡拉米，没资格跟你这个大佬交易。能放我自由的人，必须是万魂幡的主人，你有这个资格。这是我神魂相连的珠子，等你将来有事相求的那天，什么事都可以，你就可以通过它联系到我，我们再谈交易。真有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里出不来，怎么帮我？都是你先放我出来，我出来了，不就能帮你了？你我素不相识，万一你出来就食言咋办？我又干不过你。交易谈好，签到誓言结契。七宝看了看眼前珠子，觉得此事不亏，反正也就是收下一颗珠子。行吧，交易的事情以后再谈。对了，师姐要渡雷劫，也去看看。七宝来到了师姐渡劫的场地，发现这里围了许多弟子，再次观看。这位师弟，渡个劫罢了，要这样吗？搞得跟菜市场似的。师兄有所不知，咱们修仙者第一次渡劫，正是这金丹金生元婴界，此劫也是最危险的。那师姐不会有危险吧？渡劫之事，谁能说得准？凡人修仙是与万物抢生机，本就是逆天之举。咱战魂中历年为渡劫而死的师兄师姐们都写在上面呢。那名弟子指向一边的劫碑，七宝顺着看过去，就见一座碑屹立在那，上面密密麻麻刻了许多名字。这几万年才这些名字，成功概率还是很高的吗？写满了就会放到山上去的，那有个专门放碑的地方，有几百块了吧？而这一块才放在这里100来年。卧槽，100来年因渡劫失败就挂了那么多。系统有什么办法让师姐能安全度过这雷劫吗？宿主，你不是蓝星穿越过来的吗？这点办法都没想到啊！我要是能想到，还问你吗？避雷，避雷呀！老问我是避了，避雷。Just beat it。去你丫的！这天劫还有多久才能到？师姐需要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才开始渡劫，应该还要一会吧。七宝转身往炼气房冲去，一边飞奔一边回忆前世的那些知识。哎，大师兄，你干嘛去呀？你会炼气吗？会一点点，只不过练的会有一些粗糙。行了，够用。静电平衡，内部电势差，电荷分布。卧槽，希望来得及。大师兄，那个是黄金，雷系的天才地宝，你动它干嘛？雷系这玩意儿导电应该很好用，就它了。大师兄，你到底想做什么法器？黄金用得太多了，长老会怪罪的。有损耗我担着，帮我照着这张图纸练出来，粗糙一点无所谓。听到有师兄担着，师弟动作马上麻利了很多，两人噼里啪啦就是一顿干。不出一会，一个笼子出现在两人眼前，笼子上方还有一个引针。成了，只需以心神炼化之后，就成了个人的法宝，随时换出来使用了。行。大师兄，你一共用了3000斤的黄金，记得给大长老报数啊！哪里来的3000斤？充其量也就几百斤。靠，这小子！算了，大师姐的性命要紧。大师兄，天劫快开始了，不管是谁，只要进入天劫的范围，会被当场渡劫自认一举一的。不能过去，那丢东西没问题吧？丢东西，那好像没问题。师姐，快炼化它！一会儿天劫若是扛不住，就把自己罩在里面，也许能保命。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我不能看着你出事，你相信我。最重要的人，他这在跟我表白吗？天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混蛋，老娘在渡劫呢，表白也不挑个时候。最重要的人，没错啊，师傅和师姐对我最好了，能不重要吗？隔着几道天雷星，百里清欢保住了百里清欢的命，可宝物也被7道天雷被劈碎了。师傅，这对吗？元婴之劫竟如此恐怖！天元大陆何其广阔，修仙者又何其众多，真正能成大道者又有几何？那师姐不是危险啊？有为师在，若真的是不可为，保你师姐一命是没问题的，徒儿放心。成阴了，元婴草后面还有2道更厉害的能抗得过去就草，抗不过去就自习了。百里清欢将元婴胎收回，然后看向了苏明，却见他摇了摇头。苏明是想让他想办法扛过第8道。对了，师弟刚才给的那个黄金做的笼子，试一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于是取出来，指诀一掐，笼子下方突然伸出几个长针，狠狠地扎进了地下。此时的苏明随时准备用秘诀换天机救人。反正也活了这么久，为了爱徒拼了！徒儿替为师收着，为师若有不测，里面的东西你和清欢2人分了吧。第8道天雷落下，绝大部分的雷电之力被引雷针吸收，顺着龙体导入了地下。第8道天雷就这么没了，顿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紧接着最后一道天雷落下，也被导入地下，消失不见。这东西要是能够大量制作，供应给宗门的每一个人，那天雷还怕个屁啊！这东西简直就是天雷的克星啊！今日之事，一个字都不准透露出去，此乃我战魂宗崛起的关键，谁敢泄露，我亲手除之。七宝，这东西叫什么？制作上困难吗？不难啊，不过还没给起名字呢。那就叫浑元道天龙吧。哦，宗主取名果然霸气无比。你可愿为宗门贡献浑元道天龙的炼制之法？弟子愿意。拿来。什么？刚才给你的那颗珠子。师傅不是让我跟师姐分了吗？我还在呢，就想这份家产。好了，所有弟子全力修炼，凡达到金丹后期巅峰者，去找大长老报备。3天之后，咱们战魂宗排队渡劫。只因男人在修仙界制造出了可以抵抗天雷的宝物，结果全宗的人开始排队渡劫，就连宗主都因这个避雷的宝物突破到了化神期。不到2个半月，宗门实力就从3等宗门提升到2等，因此男人就可以带着师姐去天门论道退婚了。我战魂宗自从跌落到3等宗门，已有近700年没有人去参加过天门论道，今年正好借这个机会，你们2人去一趟吧。就我们俩吗？放心，只要占了个理字，你们2个就是闹翻天，都没人能奈何你们。血河，这次我去天门城，你就不用跟我去了，你带着1000文总监去别的地方创业吧。麒麟山脉都被你们薅秃了。是主人，这些是最近产的，里面还有不少带灵根属性的蚊子蛋。不错，继续努力，以后你留一点血气吧，给下面的蚊子们发点高温补贴，不然文员们都没动力产蛋了。随后七宝跟百里清欢2人乘坐着飞舟前往天门城。飞舟上，七宝盘点着自身的宝物。宗主还是很大方的吗？居然给了那么多好东西。大师姐，给蚊子送来的。不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那群蚊子是你养的。不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背上那几10个蚊子血洞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干的。如果真被血河夺舍成功，他们就会按照我的命令把我的血吸干。总之，绝不能便宜了血河。你是真的狠啊，连自己都不放过。师弟，这是？师姐，你先尝尝就知道了。不过有毒的哟。哼，我就不信有毒。味道还挺独特的。师姐，你查看一下自己的灵根。灵根？我是天生上品水灵根啊，每个人的天赋灵根都不同，难不成你这蛋还能增加灵根？你先看看自己的灵根，不就知道了吗？水灵根上品，土灵根下品，是不是说只要蚊子蛋足够多，凡人也可以直接变修仙者？于是百里清欢将剩下的全吃掉，再一查，我靠，我是全属性灵根了。师弟，你知不知道这东西会掀起多大的波澜？难道师姐你会出卖我吗？当然不会，师弟答应我，此事万不可让第3人知道。那当然，师姐再来一点，把全部灵根都提升到上品。师弟，此行我多半是要暴露在众人之前的，不适合再继续提升灵根，你先自己服用吧，师姐以后再说。师姐，你看我对你这么好，是不是有点奖励啊？师弟，你要啥奖励？我想吃肉夹馍。就这么晃晃悠悠的一路，七宝跟百里清欢2人来到了天门城外。刚下飞舟，百里清欢的俩腿就在瑟瑟发抖。都怪你，害得我站都站不稳。那咱们进去找个客栈休息吧。随后2人进入天门城，路上经过一个小市集，百里清欢那女孩子的天性被激活了，看到什么都是买。还好我储物袋零食充足。
突然，旁边地摊上一个阵法盘上面冒出了5行的波动。5行还是个单人阵法，有点意思。老板，这个阵法盘我要了，你出个价。老板，这个阵法盘我要了，你出个价。这世上的规矩有一条叫做先来后到，东西正在我手上，在我没说不买之前，你就得乖乖的靠边站。老板，你说对吧？没错，先来后到，前面这位少侠先举到手，自然有优先权。浩然剑宗的靠边。这位兄台，此物5行具备，非一般人能用之物。婉月仙宫的圣女柳平儿是在下的朋友，正好也是5行灵根俱全，故而想买下来相赠，还望兄台看在我浩然剑宗的面子上，让给我可好？柳平儿好像找上门退婚的周一鸣说的，也是他吧？怪不得急冲冲的跑上门退亲，原来是有人竞争啊！不好意思，我也看上了，师弟买下它。老板，以此物交换，可好？七宝拿出星光木时，老板的眼睛就亮了。阵盘制作师最喜欢的就是各种真材，这星光木虽不是很贵重，但却很难得。如此甚好，此阵盘归你啊！慢着，哎呀，平儿妹妹，你怎么亲自来了？此物小妹甚是喜欢，五运俱全，实属难得。小妹曾多方求购而不得，不想在此遇见，只可惜被人抢先一步了。随后柳平儿对孟波抛了个媚眼，都快把孟波给吊成翘彩了。老板，1节星光木可换，那我出10节，老板可否将它转卖给我？价高者的也是规矩吧？我刚才已经答应他们了。我虽然爱财，但却更想求个道心通明。抱歉了各位。那此物可是老板你自己炼制的？如果是的话，可愿出手为我再炼一套？此物也是失败了很多次才偶然炼成，在下也不愿为浩然剑宗之人炼制，就此打住吧。不知好歹的东西，你那东西粗制滥造，也不过如此。我们走。老板，你这脾气我很喜欢，不过你同时得罪2个1等宗门，还是有些不智了啊！一帮伪君子，我千灵圣地也不怕他。千灵圣地又是一个1等宗门。兄台，我乃战魂宗七宝，这是我师姐，我们与兄台一样，也素来不喜那些仗势欺人之徒。敢问兄弟尊姓大名？千灵圣地，江上。你我一见如故，不如找个地方喝2杯。行，我这就说他。七宝等人刚离开，阴暗处有一个僧人偷偷收回了注视着七宝跟百里清欢的目光。5行灵根俱全的人有意思。只因男人在修仙界养蚊子，结果蚊子产的蛋可以让人实力天赋变强。没想到女人1年前还是平平无奇的修士，结果吃了男人给的几根蚊子蛋后，如今在天门论道展示实力，变成人人抢夺的天才修士。平儿妹妹，你瞧瞧，这2个穷乡僻壤冒出来的土包子，1年前还夸下海口，说要来天门论道大会将我击败，怎么会有如此自不量力且愚昧之人？林哥哥，这天门论道岂是他们这种低劣修士能来的？哟呵，这几位气度不凡又手持长剑的人，难道就是传说中浩然剑宗那几位剑人？嘿，是剑子，剑子，剑人和剑子差不多吗？剑人就是剑子，剑子就是剑人吗？对吧？几位剑人？你，一会我倒要看看3流宗门到底能出来什么货色，至少比猪强。很快是灵石出现，众人放出了自己的灵力，让是灵石感应。朱一鸣先突放灵力，是灵石很快出现一行小字：极品金灵根，下品火灵根，下品土灵根，修为元婴初期。这头猪果然也升到了元婴期。靠，忘记屏蔽自己的灵根了。我现在可是5行极品灵根，要是被发现了，还不得被拉去解剖研究了？系统，救命！紧急为宿主蒙蔽探测，作为处罚，扣除宿主100点属性点，目前还剩221点属性点。还好，系统真的是太救命了，不然要被捉去当人体实验了。是灵石一道波动照在七宝的身上，下品金灵根，修为金丹中期。我当是什么天才？一个下品灵根资质，还是毒灵根，难为你还能修到金丹境，怕不是拿药丸硬磕上去的吧？下品灵根还是毒的？这天门论道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了。正在此时，婉月仙宫圣女柳平儿的结果也出来了，除了水灵根中品，剩下4种都是下品，修为金丹初期。灵根越多，所能修习的法术种类越多，自然也就更强。婉月仙宫的圣女果然不同凡响，5行俱全啊！5灵俱全是天生，只是小女子这修为确实低了一点。平儿妹妹谦虚了，谁不知道婉月仙宫是以阵法闻名天下的，修为本就不重要，就是不知道战魂宗的这2位奇才，一个下品金灵根，另一个又会是什么垃圾灵根？随后众人看向百里清欢，众人都听到了，朱一鸣更是下巴差点脱臼。下品金灵根，下品土灵根，下品火灵根，下品木灵根，上品水灵根，修为元婴初期。不可能，你怎么会是5行灵根？不对，1年前你才金丹初期，怎么会成元婴了？
台下那位武林根元婴修士可有宗门？我乃婉月仙宫大长老飞羽上人，愿收你为弟子，且直接晋级为圣女。老妖婆，你婉月仙宫的圣女，个个都是五行俱全，何必又来争？小女娃，我千灵圣地同样可修阵法，你五行俱全，来我这喽，一样给你个圣女当道，如何？各位前辈，晚辈乃战魂宗弟子百里清欢，晚辈此次前来天门论道，是为了结一段因果，暂时没有改头师门的想法。战魂宗了结因果，我弟子1年前去退婚的地方，好像就是战魂宗，约定在天门论道上来了结的，难不成？无妨，待天门论道之后，我自会去你师门拜会。我当年不也是千灵圣地出来的，后来才改投到婉月仙宫的，这在修仙界不是啥不了得的大事。你刚才说要了结什么因果？说来听听，有我帮得上的地方，但讲无妨。柳皮儿看得出来，自己宗门的大长老很喜欢百里清欢，于是大感不妙。飞羽师叔，他是来挑战浩然剑宗的剑子朱一鸣的。没错，各位前辈，浩然剑宗的剑子朱一鸣，他跑到我的宗门来拿娃娃亲来羞辱于我，今日正是为了结这段因果而来。反正司令就要结束了，正式的大比还要等几天，要不你们俩就在这喽比一场吧。事情了解就各自回去休息准备，耽误了天门论道的正式大比，如何？这不好吧？我徒弟的私事与天门论道大会无关，没必要现在就比，让他们私下比一比就行了。清欢，要不就现在来吧，你俩比一场，若是你赢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若是你输了，有我护着你，没人敢把你怎么样。晚辈愿意，现在就跟那头猪比。朱一鸣，1年之前你带给我的宗门之辱，今天我要100倍奉还，你可敢接招？为什么不早一点展现出武林根的天赋，偏偏要等自己退婚才让别人知道他的本事？这臭婊子故意的！臭婊子，今日是我赢还是你输，尚未可知，但是我生气了。紧接着，百里清欢技法连番，几道战魂就向朱一鸣杀去。随后，百里清欢取出阵盘，朱一鸣看到阵盘那一瞬间，眼神就微微一缩。必须在阵盘发威之前，就将他一举击溃，直接上大招吧！大剑术，万剑归宗。不愧是剑子，这战魂宗的战法本身就是以多打一，但万剑归宗这以一化万之法，却又更上一层楼。这一上来就是杀招，这小女娃怕是挡不住了。两人修为都是元婴初期，实力旗鼓相当。朱一鸣操纵万剑很吃力，手心里一枚丹药正犹豫着要不要吃，这是他师傅给他的一枚血魂丹，服下之后能在短时间内将实力增长到元婴中期，而且边上的人都看不出来。这东西有后遗症，怕是会影响我天门论道的发挥。不好，阵盘发动了，是五行迷阵。朱一鸣也不再犹豫，一口将丹药吃下，迅速化为一股暴力的灵力回起来。看我一力破万法，剑之道叶无疆。嗑药又怎么样？你以为在我的阵中做这些小动作，我会察觉不到？老娘要摧枯拉朽的打趴你！武灵入阵，五香破天斩。你输了。这场比赛不算。这个女人只是靠实力打败这个男人，并且把婚书甩到他脸上，结果他师傅却不承认这场比试。浩然剑宗的剑子不过如此，长辈亲疏退婚信一封。我百里清欢与浩然剑宗剑子朱一鸣再无瓜葛。你刚才与我徒儿一战，借用外物，算不得真本事，此战不作数。笑话，若真盘算借用外物，那我们千灵圣地的人个个打架的时候靠嘴吐口水嘛，自己徒弟技不如人，还有脸来人家用阵盘。此女并非千灵圣地之人，她战魂宗是用番旗御灵的，用阵盘怎么能算她的本事？哎呀，我老壁灯，说到外物，你要不要查一查你那徒弟的身体，看看他刚才在与我师姐对阵之时吃了什么？那算不算外物？你一派胡言。输了就是输了，何必非要强撑这个面子呢？今日是灵一臂，过几天就是正式的大比，你想替宗门找回面子，就堂堂正正吧。战魂宗对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哼，你给我等着瞧。江兄，你这五象阵盘威力大的有些过分了啊！以元婴初期的实力催动它，如此宝物竟恐怖如斯，一根星光木怕是不能对等啊！我就知道瞒不过西兄，五象阵盘是我师傅让我摆出来售卖的，应当是想吸引具有武灵根属性的天才吧，毕竟也只有武灵俱全的人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威力。此物过于贵重了，不知道贵师如此做的原因为何，小妹不敢收啊。我还是请你喝杯奶茶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这奶茶不便宜吧？
不贵的。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那等会儿我去试试。怕什么？此物虽然贵重，但我师傅只是让带一句话给使用者，至于听不听从，完全在你。说白了就是赌个缘分吧。什么话？这天下凡5灵根属性拥有者，多数都是入了婉月仙宫的。若你将来也有缘入婉月仙宫，可拜飞羽上人为师，就当还此正潘恩情了。如此，那我就厚颜收下了。本次天门论道，老规矩，每个宗门出10名弟子，按抽签顺序比斗，胜者晋级下一轮，直到决出第1名为止。好家伙，每个宗门出10个人战斗，这特么玩的是团战啊！我战魂宗就来了2人，亏大发了。很快，天门论道比试开始，战魂宗抽签对战的是2等宗门一刀门，七宝百里清欢上场。就这么孤零零的2个人，对面站着清一色的彪形大汉。百里清欢抛出了阵盘，按照之前跟七宝商量好的，先用迷阵，烟雾缭绕之中，2支队伍都被震了进嘿去。嘿，储物袋，好多野生的储物袋。他奶奶的，有种正面刚，玩什么花火？师姐，储物袋到手了，现在可以结束对战了。给你去敲那边几个，我敲这边的。这么粗的棒子敲下去，还不得轻一筷子一块啊？管他呢，反正疼的又不是我们。战魂宗的，我敬你俩是条汉子，硬碰硬才是汉子所为，不要躲躲藏藏的。呸！你们全家都是汉子。刚说完，一道刀光。关键时刻，七宝拉了一把，还避免被击中。吓死我了，太阴险了，居然是为了引我出声，好确定我的方位。现在开始不要出声，在迷雾阵散开之前逐个击破。好，2人开始了在迷雾中挨个点名。一刀门拿七宝2人无可奈何时，就开启了嘴炮模式，有如泼妇骂街坊一般。无论他们怎样出言辱骂，七宝2人都没有再吭一声，只是一味拿着袋子的铁棒敲人。烟雾散去，一刀门的人全部躺下了。战魂宗胜。让你骂，让你骂！我这辈子都没听到过如此多的污言秽语，气死老娘了！师姐，可以了，别把他们敲死了。这次来天门论道收获颇丰啊，捡了几10个储物袋。下一回合，战魂宗对战浩然剑宗。很快双方上台，浩然剑宗出战都是清一色的原因，反观战魂宗这边一个原因，一个金丹。上一次让你侥幸赢了，这一次就是你有恐怖的阵盘，我也要在这台上直接废了你们2个。10个元婴境的力量，莫说是师姐一个元婴，就是化神来了也顶不住。一起上！几名剑宗弟子杀过去，阵盘就抵挡了。百里清欢的灵力迅速突进。百里清欢，我要你死！一面黑色帆旗突然凭空出现，挡在了百里清欢的面前。然而剑宗的其他弟子，师弟，快认输，他们想杀了我们。天门论道不允许杀人，而你们刚才是想杀了他。区一个战魂宗，想踩着我浩然剑宗的名声上位，有那么好踩的吗？你若跪在我面前，求我放你们一马，那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还有百里清欢，你这个臭婊子，只有我打脸别人的份，没人可以在我面前打脸我。你居然在天下宗门面前让我颜面无存。师姐，把你的阵盘借我用用，你就下去休息吧，后面的事交给我。七宝一挥手，百里清欢就被送出了站台。随后江上开始用各种丹药救治。此行我本不愿多占因果，但是你们欺人太甚。你一个区金丹期，连元婴都不是，你也配？我不是元婴，但马上就是了。系统把我全部的点都加在境界上。加点成功，速出使用213点，提升境界为元婴初期，请注意雷劫降临，并请注意补充灵力至元婴境界，方可发挥元婴实力。天道忽然感应到七宝是直接冒出来的元婴境，并没有经过任何雷劫，没有经过天道的考验进入元婴境。这一刻彻底吸引，史无前例的雷云规模覆盖了整个天门。这是哪个大佬妖毒大成雷劫？毒劫不知道去找个安静的地，在这霍霍我们这些卡拉米。不对，好像是台上的那个人。怎么可能？他是金丹期，前几天刚测的，而且我又不是没见过元婴劫，这雷云规模之广，我师傅渡大成劫时雷云都没这么大。有没有可能是哪位大能？这劫云规模已经远不是元婴的等级了啊！是他，绝对是他！快，我们退出站台，不然会被天雷一起锁定的。可是退出站台，不就意味着我们输了啊？你要命还是要赢？你忘了我等渡雷劫之时是什么情形了吗？想走，别做梦了，留下来陪我一起被雷劈吧。这个男人只是用系统提升境界，
结果天道看不惯这种开挂的行为，就降下史无前例的大雷劫，是要将男人劈死。没想到男人一点都不慌，还拉着一群贱人陪他一起。为了防止他们不喜欢被雷劈，因此男人还好心的用阵法控制他。这阵法怎么破不开？比百里清欢施展出来的还要厉害，怎么会这样？我可是5行极品灵根，用这5行阵盘困住你们还是绰绰有余的。别挣扎了，乖乖留下来被雷劈吧。大家都使出全部灵力对抗天雷，我们还有机会活下来。那小子他只有1人，肯定会被雷劫劈得粉身碎骨。不好意思，我有作弊器。随后七宝拿出了混元道天龙，把自己罩在里面。天雷落下，雷电全部都被小友，你快放他们出来！我浩然剑尊同怒，此后绝不再找你的麻烦，并且相送9品剑莲1朵，内存9品剑意，凭死可入剑头，可否？七宝没有理他们。很快，第2道天雷又落了下来。七宝掏出来万魂幡，把蚊子都放了出来。卧槽，这特么哪里来的蚊子啊？专心抗天雷，你还管什么蚊子？这东西吸血啊！你脸上也有1只。这什么蚊子？还有修为的，我这护体罡气都能盯破。七宝，是不是你搞的鬼？3道天雷落了下来，剑宗大长老急了，10大剑子全都在里面，要是全折在这里了，他没办法跟宗主交代。小友，我浩然剑宗可以发下天道誓言，此后绝不会报复你战魂宗。你若信不过我等，天道誓言你总信吧？七宝有些心动了，毕竟今天就算是报复的爽了，那事后还照样得面对浩然剑宗的报复。小友，行不行？你倒是说句话。你别光说不练啊，天道誓言在哪呢？你倒是发啊！那边开始动手了吗？刚传来音讯，他们已经抵达战魂宗了。行，马上动手。天道在上，浩然剑宗大长老金汉在此立誓，今日过后，绝不因此事去找战魂宗的麻烦，也不会让宗门内任何人去找麻烦。若有违此事，让我身死道消，永堕轮回。誓言没问题。随后七宝把那10个剑子放了出去，此时蚊子大队也飞回来了，一只只吸到肚子圆鼓鼓。文总监把这次产的蚊子蛋都收集起来，上交给了七宝。我还没吃过西元鹰血产的蚊子蛋呢，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好吃，真的好吃，好吃到抽耳光都不放手。9道雷劫过后，七宝发现雷云并没有散去，天道的气息一直在锁定着七宝，只要这天道有毒吧？不就开个外挂提升境界吗？干嘛总盯着我不放？算了，总待在笼子里也不是个事，用师傅教的秘诀换天机吧。七宝运转换天机，气息内敛，就像是在原地消失了一样，但是用肉眼却又能看得见。换天机只是暂时的屏蔽天机，但是下次再渡劫的话，会被天道加速给轰回来。师姐，你没事吧？没事，伤势好的差不多了，枯竭的灵力，吃点蚊子蛋就可以补回来。那就行，你的事情也解决了，此次天门论道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我们回去吧。好。于是2人乘坐飞舟返回宗门，越接近宗门，2人心里越慌，总是有种有不好的预感。2天半后，飞舟进入了战魂宗地界，通讯法器就收到了苏明的传讯。Hello, Moto。清欢、七宝，你2人听令，天门论道结束之后，不得返回宗门，替魏师去趟西部仙区办件事，不得耽搁。师傅发来的，这么急的吗？师姐，我感觉有些不对劲，这去一趟西部仙区，来回路程至少10年。什么事需要把我们知道天元大陆西部仙区那么远？不行，得回宗门去看看，要是没事的话，大不了挨顿骂。2位，我万法神宗联合灵女们旋风讨，再次剿灭邪修、闲杂人等绕境。邪修那个方向是战魂宗吧？那是圣修一脉，何来的邪修？2位有所不知，那战魂魄，恋人魂魄入幡起，这和那数万年前的万魂宗简直一个路数。这还不是邪修，我万法神宗如今联合3家替天行道，是要将这为后一方的邪修宗门连根拔起。2位还是绕行吧。我战魂宗传承数万年，乃是和千灵圣地一样的圣修，联手欺负我战魂宗，还找的是如此蹩脚的理由。果然是战魂宗的人，远远看到你们向这个方向来，就怀疑你们是漏网之鱼。既然你知道了，那就去死吧。解决掉眼前几人后，七宝发现围攻战魂宗的人太多了，元婴期都不下数10个，只能绕行返回宗门。让你们去西部仙区，回来干什么？宗主，宗门遭此大难，我和师姐怎么能不回来？宗主，我师父呢？师父，你怎么样？七宝向苏明的体内输入灵力，却发现已经经脉尽毁，唯有石海还勉强维持着一点点意识。你们怎么回来了？宗门有难，我们岂能苟且偷生？我跟大长老估计撑不了多久了，这几万年，我战魂宗几百代人，终究是错付了。七宝，用你的万魂幡和涅塔尼亚、
谈个好价钱吧，我战魂宗剩下的人能活多少是多少。宗主，你们知道万魂幡在我手上？变化神器也不知道布个遮掩的阵法，那万魂幡认主时的波动，还是你师傅给遮掩下来的？不然你师傅为什么要给你点魂经？点魂经就是真正操纵万魂幡的东西。我先去了。七宝，照顾好清欢，带着剩下的人去北部先驱找我的族人。师傅，身为大师兄的你们，刚回到宗门，就要把宗门的师弟师妹都炼入万魂幡，只因宗门被灭，所有弟子几乎战死，你只能将宗门弟子魂魄收入万魂幡，继续为宗门而战。吾以战魂宗弟子之名，愿以魂为引，入幡旗，化战魂，愿以残魂之力牵此魂气，此咒既出，生死无悔，灵魂献祭，战魂永随。你看看，这满天飞舞的人类阴魂，而且都是你的同门师兄弟，你还驱使他们灵魂作战，这和当年的万魂宗一模一样，还说你不是魔修，谁信啊？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就凭你战魂宗现在的力量，还想抵抗我三大宗门？交出战魂宗所有的资源，或许我能留你条狗命，给你们10息时间考虑，10息一过，鸡犬不留。我战魂宗誓死不降。好啊，那不用10息了，你们就去死吧。是吗？那我若是放出那魔头，与尔等同归于尽。你敢？那魔头是牺牲了无数宗门大能才封印在此的，你战魂宗的职责就是镇守此墓，敢放出来，那你就是与我天元大陆所有修仙者为敌。与所有人为敌又如何？你们敢杀上战魂宗，那你们也别想好过。你别装了，没有了万魂幡，你如何把那头魔放出来？七宝拿出了当初内塔尼亚给他的信。小子，直接说交易吧。向你的魔皇发誓，我要你现在出手，替我战魂宗杀了所有来犯之敌，将来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得对我战魂宗之人出手，最后再去灭了浩然剑宗。浩然剑宗我干不过，不过其余的没问题。成交。随后七宝拿出万魂幡，点魂经，开始运转，万魂幡高高祭起，镇魔的那面幡旗也开始寸寸上拔，与万魂幡遥遥相应，不尽磨一层地表，一丝丝渗出，开始在天际。魔气，这不可能！你们怎么可能有万魂幡？你们居然真的敢把它放出来！住手！你战魂宗才多少人？我修仙界有无数人的性命不比你们贵重，停手啊！你们这些自诩名门正派的衣冠禽兽，还妄图用道德来绑架战魂宗！我死不死无所谓，我只要你们死！镇魔幡拔出，化为了一道流光，融入了万魂幡，两幡合一，完整版万魂幡重现。这是一道魔影。美味的人类，我想了好几万年了，成为我的养分吧。瞬间，所有人都被内塔尼亚的威压震住，无法动弹，任由内塔尼亚宰割。战魂宗，你们不得好死！冲出去，向浩然剑宗报告此事。他战魂宗为了一己私欲，私放魔头，做不了了。一片片炸成一片片血光，七宝就这么冷冷地看着。战魂宗的幸存者们没有怪罪七宝，因为知道大师兄放出这个魔头是为了救自己的性命。此人看起来像是个头头，交给你了。天道已经发现了我得抓紧时间走了。希望将来你我不要再碰上。如果碰上了，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放心，我绕着你走，1万里外有人正赶过来，像是你们的帮手，我这身份不好碰面。兄台，误会，都是误会啊！我之前是听人家说战魂宗是邪修，没想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还我宗门，还我师父！师姐，交给我，你带着剩下的弟子去安葬那些战死的师弟师妹吧。既然你说我们是邪修，那我把你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这是不是邪修的作风？不要，你问什么都行，先停下。你们围攻战魂宗的几个宗门在什么地方？在东南方向约5万里处，我们3家离得不远。是浩然剑宗的谁给你下达指令？这我不能说。七宝在一边折磨对方，一边等着内塔尼亚说的那个人的到来。这是怎么了？于是七宝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出来。内塔尼亚跑了，他走前还杀了几万人。上人就是他们放炮的啊！我说了不能放，不能放。我们3个宗门只是来问个罪，又没真的想杀人，他们居然就这么把那魔头给放了。此人交由我处置，可好？搜魂，飞羽上人也是个暴脾气啊。
无耻！老娘早就看浩然剑宗不顺眼了，没想到还是个黑心肠的烂货。我此次前来，相信你能猜到是为了什么。本想和你的师门好好协商一下，看是否能让清欢那丫头投入我的名下。我这活了上百年的岁数，也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传人。如今看来，此时提出此事，有趁火打劫之嫌。我来想办法说服师姐，上人可否答应小的帮忙护送一下我这剩下的师弟师妹去找我师父的族人安顿？没问题。护送些人罢了，小事一桩。若是清欢入我门下，我保证第一时间立她为圣女，她再以我婉月仙宫圣女的身份保护你战魂宗剩下的师弟师妹，此不是更好？师弟，我答应去婉月仙宫，只是你为何不跟我们一起走？因为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做。浩然剑宗门内常驻几十万弟子，我们暂时奈何不了他，那就先收点利息。那答应我，办完了事来找我，我们一起把战魂宗延续下去，好好修炼。有了此物，我会好好修炼的。随后，非礼上人带着百里清离开，紧接着七宝召唤血河等10几亿文。从今天开始，无名文道人既然敢欺上门来，那就别怪我杀上门去。血河，通知下去，散落在东部仙区大大小小森林里的其他蚊子全部出发，目标第一站万法神宗。这个男人仅凭自身一人就能覆灭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宗门，只因男人养有几十亿文字，其中待修为的文种间就不下于千万之，所过之处，人畜必死。血河，我先去他们宗门里释放天劫，逼迫万法神宗关闭护宗大阵，到时你听我信号再进攻。是主人。站住！你是谁？此乃我万法神宗之地，来这里干什么？送外卖的。进去吧。这万法神宗的弟子这么好忽悠的吗？站住！你说谁好忽悠？老实说，你到底来万法神宗是干什么的？我来杀人的。来杀人就杀人，非得谎称送外卖的，真当我好骗啊？杀人，好大的口气，敢来我万法神宗闹事！随后七宝释放自己的天机，9天之上突然雷云聚集，天道的气息很快锁定自己，紧接着七宝朝着万法神宗的阵法边缘走去。是谁激活了护山大阵？回总助，有人创散，他头顶全是乌云，是他引动了大阵。天雷落下，万法神宗的护山大阵。上次没劈死你，让你躲了起来，这回敢用大阵了，看本道这次不劈死你。紧接着数十道水桶似的雷，大阵泛起了些许裂纹，随后雷云开始蓄力，准备降下更强的雷劫。才释放一点点气息就被劈成这样，要是全部释放，恐怕我会被劈的渣都不剩。快！天雷已为我们开护宗大阵在帮他，现在天雷把整个大阵都给涵盖进来了，快关掉大阵。说完，万法神宗赶紧关掉。七宝屏蔽自己的天机，雷云随即散去。哼，区元婴孤身一人就敢来我万法神宗找事，可否报上名来？在下无敌文道人，来此何事？听说你们万法神宗都是一群邪修呢，所以收你们来了。你神经病啊！我万法神宗堂堂正正的，什么邪修？哦，不是邪修？当然不是。那等我灭了你们，再仔细查看一下，兴许是个误会吧。宗主，那小子在耍你啊！血河上！七宝身后涌出无数文字，一眼过去，漆黑一片，将整个万法神宗围了个水泄不通。注意，总监级的文字往前面一点，经理级的文字挨着总监文飞，主管级的文字负责在后面捡储物袋，就这样把他们包围起来。吸到的血气不用上交，把万法神宗给我统统吸干。数十亿的文字齐出，万法神宗完全没有抵抗之力。最后，万法神宗宗主被迫用一把盾子，自家宗门内藏着的几万全给灭。1天后，万法神宗被文道人灭的消息瞬间传开。文道人还真是个特别的名字。徒儿，过2天，为师给你找一些天材地宝，强化一下你那上品灵根。师傅不必费心此事，你是我的衣钵传人，这点天材地宝又算得了什么？对了，我记得你是1门上品灵根，4门下品灵根，对吧？师傅，你看错了，徒儿是5门极品灵根。5门极品啊，还是不错的。等等，你说什么？5门极品？我没记错的话，上次是0，虽然是5灵根俱全，但是1门上品，4门下品吧？我乃天生5门极品，我师父利用他白泽一族的天赋神通为我遮掩了，所以上次你看到的才是那样。对不起师父，师弟的秘密我不能暴露，只能这样欺骗你了。天生5门极品灵根，这天元大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我要发达了。
师弟你在努力，师姐我也在努力，总有一日一定让浩然剑宗付出代价。此时七宝慢悠悠的前往下一个目标灵雨门。自己算是在天道那里挂了好了，这辈子能不能让他老人家平息怒火，估计得看缘分了。和尚，阿弥陀佛，小僧顺风见过施主。顺风，我他妈还圆通呢。七宝前世对和尚就没什么好感，无视了这和尚。不料那和尚跟了上来，也不远离，也不近前，就这么跟在七宝的身后2米半远的地方。行了一段路之后，七宝有些烦了。你这和尚跟着我作甚？小僧来自西部仙区的一个佛国，观施主身上因果极重，为小僧此生警戒，故而好奇，想看看施主去向何方。来劝我不要杀生，回头是岸的。非也，杀生是施主的事，小僧不会干预。你这样的和尚，我喜欢。喝酒吗？多谢施主，小僧正好有些口渴。有意思，酒也要喝。那肉呢？多谢施主，小僧正好有些饿了。七宝有些无语，随后2人就这么吃吃喝喝的一路前行。顺风，你从西边花费了10数年才跑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小僧是一名研究僧，专门研究魔物的。天门连接魔界，又身处在东部仙区，所以小僧来了这里。研究僧？那你研究出什么来了吗？7万年前那场仙魔大战的本质和根源与因果有关，而魔的诞生也与因果有关。那你跟着我说我身上有很多的因果，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灭了一个宗门的原因？可能是吧。小僧看到施主身上起码几万条人命，可奇怪的是，天道就好像没看到你这一身的因果一样。顺风，你杀生吗？为了念头通达，当然要杀。那你喜欢女色吗？女子肌肤柔美，身躯香软，自是喜欢的。不是，你是妖僧吗？你为何什么都不戒？施主这话真奇怪，这不都是人之常情吗？小僧也是人，生在这天地间，自然也是要参与这世间万物循环的，为何要戒？你说的话好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佩服佩服。别人的魂幡都是装人的魂魄，而这货的魂幡却拿来装蚊子。就在刚刚，男人养的数亿蚊子吸干了一个宗门的血气后，发现还有许多蚊子饿着肚子，于是男人就来到第2个宗门，要让蚊子饱餐一顿。顺风，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我听说你灵雨门好像都是些邪修啊。我呸！你跑人家万法神宗去，也说人家是邪修，现在跑我灵雨门来，又说我们是邪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鄙人灵雨门门主，不知道我灵雨门到底哪里得罪过阁下？若是我灵雨门的不是，我在这里给小友赔礼，就此离去可好？来都来了，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打着正义的名号，却干着偷鸡摸狗的事。我文大人今天要替天行道。如此，那就别怪我。七宝没等他说完，轻轻一挥，数亿蚊子发起攻击。这时顺风惊得目瞪口呆，他算是知道了七宝身上那一无穷无尽的因果到底是怎么来。有空得研究一下这万魂幡的用法了，总拿来当储物袋用也不是个事。你个死秃驴，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阿弥陀佛，我只是个旁观者，在此看戏的。我管你是干嘛的，跟他站一起就是他同伙。阿弥个豆腐，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病猫？大威天龙，大威天龙！看来这个顺风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顺风，你这招真帅气，我已经给你拍照记录下来了。哎，你换新相机了，旧的呢？卖了呀！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正好我的旧相机一直想卖又懒得处理，就干脆约了转转上门回收。没想到那台索尼相机还卖了3800多，而且转转连投影仪、音箱这种影音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七宝一个人指挥数亿蚊子，正在围攻整个灵隐。此时另一边，浩然剑宗正在研究对策。我万法神宗可是帮咱们浩然剑宗做事的，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就说抓人炼丹这事，住嘴！豪太郎，你仅凭灵红给你的通灵玉破碎，就断定那个文道人是为了战魂宗才来灭你满门的。万法神宗遭难之后，我来浩然剑宗报信，途经灵雨门时和灵红约好，如果文道人也去了他的宗门，由聂碎通灵玉，让我知晓此事。就算如此，我浩然剑宗大长老已经向天道发誓，自那次之后，不得再对战魂宗出手了。这一次，怕是无能为力啊。宗主，那文道人不一定就是战魂宗之人，况且我此次前来只为借取剑魂一用，不需贵宗出手。我浩然剑宗数万年以来，也只运成了这一尊剑魂，让他跟你走这一趟也不是不行，但只是借给你防身之用，不可以用来对付战魂宗，你明白吗？明白，多谢宗主。灵雨门事救不了了，
但是他一定会去玄风堂，就在那里做一个大大的局，一起灭宗之仇。主人，灵雨门的弟子差不多吸完了，我要突破到化神境界了，我先去渡劫了。临灭2个宗门，硬生生的把他给吃到了化神期啊！去吧，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将了。顺风，你是修佛的，你说一个杀人如麻之人，他为何没有心魔劫？有则有，无则无，这东西很论心的。你杀过鸡吗？杀过啊。那施主你可曾愧疚？杀个鸡有什么愧疚的？吃肉罢了，天经地义啊。哦，明白了。不过因果这东西，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愧不愧疚的都一样，沾上了就是沾上了，很难摆脱的。不管了，先弄死这3个宗门再说。吃了你几餐肉，送你个小玩意，也许将来对你有帮助。给，这是释迦摩尼的骨头，这是他本体涅槃之时3颗之一，还是最大的那颗。舍利子。哟，施主也懂这个，这东西妙用无穷，你可以试着用自己的灵根催动它。要一根一根的事物，此物太过贵重，还请收回吧。此物与我无用，但却与你有缘。施主，我先走了，你我不久后会再次相见的。来的奇怪，去的也奇怪。半日之后，灵雨门的残余全都清理干净了。林红不出意外的跑了，毕竟蚊子们战力不高，也留不下他。然后七宝搜刮完宝物，就准备前往下一个目标。施主可曾看到一名年轻僧人经过？开什么玩笑？你问我就非得告诉你。施主，那和尚偷了我西方佛国的几样重宝，贫僧等花了10年时间，才从西部仙区追踪到此。刚刚发现他有在此地停留，若施主知道他的行踪，还望告知，多谢。施主，这是什么意思？20万灵石。施主可以说了吗？这和尚挺有钱的啊，随随便便就拿出20万灵石，怪不得前世那些和尚能开豪车住豪宅。随后七宝往顺风离开的相反方向指了一下，几道流光顺着七宝指的方向追了过去。重宝？该不会说的是这个吧？于是七宝赶紧找个没人的山洞，开始研究这重宝。顺风说要用灵根催动它。随后七宝将一道灵根之力输入进了这舍利子，只有些许反应，于是再输了一道灵根之力进去。2道灵根之力经过舍利子转化之后，出来的居然是雷灵根之力。雷灵根之力，传说中的稀有灵根之一，和蚊子的血灵根一样，都不是天生造化的寻常灵根。紧接着七宝又一种的是金水灵根合并可产生雷灵根，水木灵根合并可产生金灵根，5条灵根合并即是混沌灵根。我5行极品灵根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宝物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炼化它。灵力输出开始炼化，舍利子化为一道灵光，进入了七宝的识海，那里静静地悬浮着万魂幡。现在多了一枚舍利子，随后用混沌灵根去操纵万魂幡，一种绝对的掌控之感油然而生。原来万魂幡是这么用的啊！文道人，别来无恙啊！自从我上次灭了你们俩的满门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上次见面还是在上一次呢。别废话了，文道人，你和战魂宗到底有什么关系，值得你这么拼命？你们敢打着清除邪修的名义去我战魂宗杀人，既做得了初一，就别怪我做失误。你果然是战魂宗的人，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敢让你们充分的准备上足足1个月的时间，就不怕你们翻得起什么浪花？洗好脖子等着挨宰吧！今天老子是来灭门的。哼，文道人，你该不会以为你这一招能永远奏效吧？就算你有再多的蚊子，今天你也得死在这。只因拿人在修仙界养蚊子，结果自家宗门被灭，现在还要被数个宗门联合50万修士大军围殴。没想到拿人却一点都不慌，还有十足的把握拿下对方的修士大军。对付你战魂宗，我们只派出了3个宗门，现在我们一共有13个宗门，共50万修士大军在此，而且还有浩然剑宗的至宝。你这个养蚊子吸血的异类，今天必须死在这里！哎呀，别装逼了，都什么时候了？好宗主，放出来吧！有请剑魂大人。一个虚影从剑中飞向虚空之中，随后剑魂看到周围都是蚊子。没想到老夫数万年后重现世界，居然只是为了斩蚊子。浩然剑宗的这些后辈，还真是让人失望。剑魂嘴上说的失望，但终究还是动手。只见一道剑光亮起，强大的攻击把其与蚊子给禁止。七宝要不是有万魂幡神器护体，估计也得受伤。你不就是蚊子多吗？还真以为这世间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你。文斗人，今天这玄风堂就是你埋骨之地。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浩然剑宗连酝养了几万年的剑魂都舍得给你，不过光靠剑魂这一张牌可能还不够。七宝一个响指，四面八方也再次出现了无数的血纹身影。不可能，刚才那一剑
起码灭杀了数亿只蚊子。你到底还有多少？几位，也许你们从来没有在意过蚊子这种东西吧？每一只母蚊子，只要条件合适，一次能产大约3、4千枚卵，只需要10几天就能孵化出来。这3、4千只蚊子，再过10几天又能生出更多的蚊子，如此的循环往复。最后，你猜我能有多少只蚊子？10几天，一只就能生3、4千只，你这魔鬼！别跟他废话，抓紧时间恢复灵力。就算他说的是真的，难道这些蚊子就不需要能量供养吗？还真以为能无穷无尽的繁殖而不用付出代价啊？你们弟子的血肉就是代价。七宝这话一出口，场上众人不寒而栗。2个宗门近9万人被吸干，感情就喂肥了这些蚊子啊！如果蚊群消灭不了，那就消灭了你这个人。剑魂大人，请您杀了眼前这人。那个桃太郎，我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什么事？凡是带魂字的都归我管。万魂幡起！一道幡旗凭空出现，正准备发动攻击的剑魂就这么抬着头，定定地看着空中的那面幡旗。万魂幡，他有万魂幡。桃太郎，你要害死我吗？万魂幡，他怎么可能有万魂幡？剑魂想转身逃离这里，但他已经连转身都做不到。七宝的万魂幡祭出，方圆万里，凡是万魂幡可见之处，万魂迷。我的灵魂不受控制了，感觉灵魂要被抽离身体一样。我也是，这太恐怖了。灵力消化太大了，第一次使用万魂幡没掌握好力度，把方圆万里的魂都给掌控了。文道人，剑魂大人乃是出自浩然剑宗，你敢收了他，浩然剑宗不会放过你的，你快住手啊！有天道誓言，你看浩然剑宗敢不敢承认吧？桃太郎开始慌了，剑魂可是借来的，要是从他手上搞丢了，浩然剑宗不会放过他的。此时七宝也把剑魂给收进了万魂幡。快上，把剑魂抢回来！50万修士发起进攻，每一个人至少可以杀灭几千只蚊子。如果长时间激战下去，七宝的蚊子迟早会被消耗完的。没了剑魂，我还有修水，你要是识趣就趁早投降。血河都安排好了吧？主人都安排好了。金丹后期巅峰的蚊子有大约1000万只，出50万只应该够了吧？告诉他们，有万魂幡收拢他们的残魂，由你出手保他们夺舍成功，让他们放心去。是主人。诸位都是金丹巅峰了，要挨过天雷才能真正成为元婴期的蚊子，才能吸更多的血，生更多的蛋。主人说了，现在要50万只敢死队去渡劫，谁要报名？可是我们妖兽渡劫好难啊，10只去渡，9只都活不下来。主人还说了，这一次招敢死队，用天劫去杀主人的仇人，死了的灵魂可以被万魂幡收起来，然后给我们安排新的蚊子身体夺舍。听说新身体是加强过的，修炼起来更快。我要报名，我要新身体，我要渡劫，我要做元婴大能，走上纹身巅峰。赶紧报名，50万个名额，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机会了。天地之间突然为之色变，方圆万里之内雷云密布，所有的蚊子全都开始向反方向飞，准备脱离战场。蚊群这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桃太郎的警觉。文道人，你在搞什么？没什么，我有50万只蚊子要渡元婴劫，麻烦让你的人让一让，给腾一点地方。50万只一起渡劫，你这个疯子！所有人快走，快离开这里！晚了，你们所有人都准备死在天劫下吧！方圆万里，对面的人在这避无可避的天雷之下，下方的彼此在天雷的攻击之下，渐渐变成泥巴。其实我真的是好人，你们要是不招惹我，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师傅，还有宗主、师弟师妹们，你们的仇我先收一点利息。阿弥陀佛，施主，你杀心太大，因果太重，恐难有善终了，不如放下屠刀吧。几位，找到你们要找的人了？人还没有找到，但也不必再找了，那东西在施主身上吧。只因男人养的50万只蚊子一起就把别人的宗门踢出一个大坑，还不小心踢死了50万修士大军。没想到男人造就如此多杀孽，却还佛光一闪而出。这一切都是男人在之前炼化舍利子的原因。那是我西方佛国至宝，竟然被你炼化了。对啊，我炼化了，这东西我很喜欢。这不可能，我西方佛国无数修佛者都试过了，无一人能将它炼化。施主是如何做到的？我如何做到的，你们就不必关心。总之，这东西归我了。你果然炼化得了它。顺风，您看这位施主因果缠身，身背几10万条人命，如此大恶之人，他若还不能吸引舍利子，还有谁能吸引？你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
这东西还真是顺丰从西方的一个佛国偷出来的。这东西我很喜欢，我不打算交出来，你们请便吧。施主，这舍利子不同于一般的器物，只要一旦炼化，便再也取不出来了。只是有一事需告知于施主。东西不用还回去了，那感情好啊，姑且一听吧。这舍利子乃是释迦摩尼所留，若能炼化它，的确是有助于佛法修行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散发佛性，会同化一切非佛之物。那像我这样的不修佛之人炼化了呢？那就是身体被同化，施主会成为释迦摩尼在这世间的一具化身，是他降临此界的一个锚点。这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多舍吗？顺丰，你小子坑我！你别生气，为表达歉意，我把华为 Mate 70 Pro 给你赔礼了。手如此贵重，华为 Mate 70 Pro 属实难抢，你哪来？左下角上线就能领了，升级看到领取界面，填个地址，隔天到家。左下角都整多少回了，啥都领不到。这次不一样，我跟左下角申请了8000台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Mate 70 Pro 做专属福利，这批只有我这有，不就容易领了？这次领的比之前都快，我第2台要到手了，够吗？放心，为了让看到这条视频的观众都能领到，厂商还额外准备了 iPad Pro 做保底，让大家都能参与。我试试。施主莫急，且听小僧解释。你本来就万叶缠身，而且那天我忘你气运，你未来还会沾上更多的因果。你看，今日你造下这无边杀孽，不正应验了吗？那又如何？如此多的业力，你会被天雷劈成渣渣。就算你遮掩了契机，修为方面怕也无法再寸进，而且继续发展下去，到了极致之时，你甚至会被天道直接排出这一方世界。听到此话，七宝赶紧把幻天机劈掉，发现天道的雷劫并没有落下来，而自己身上充斥着金色的佛光，这些佛光让天道把七宝球当成好人了。我这回真领到了。必须的，我再额外加一批华为3折叠的隐藏福利，数量有限，你们都赶紧试试。这回也不难领吧？简单，认准我左下角进入，首充1元就能领648的满街神装和 VIP，2天飙升500级，苹果华为秒发货。所以舍利子能中和你的煞气，能让你有如常人一般在天下行走。至于修佛嘛，与施主一起有关心魔劫的对话，小僧就知道施主与我佛有缘。你他妈才与佛有缘，你们全家都与佛有缘。靠，老子就知道你小子是个妖僧，亏老子还请你吃肉，喝酒，就差没有请你去按摩了。你居然想勾引老子出家！那咱们扯平了，别怪小僧没有提醒你哦。从炼化到完全被同化，大约有3年的时间。施主你最好去西方佛国一趟，要在被完全同化之前修佛有成，用自身佛性反过来吸收舍利子的佛性，这样你就没事了。我谢谢你啊。别急，那西方佛国也不全然是佛法，还有很多的天材地宝能帮人重塑肉身。你那师父还有师弟师妹，只要找到一样，你就能帮他们重新塑造肉身，解除契约后就可以活过来了。重塑肉身，复活？你没骗我？骗你，我是小狗。那东西叫什么名字？12品金莲。哪吒用的那个？哪吒是谁？啊，不是哪吒用的啊，那你果真没骗我？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骗你我是小狗。边上3人偷偷用手掐自己的大腿，才终于没有笑出声来。这小子，他不知道顺丰是一头狗妖修炼成人的吗？我看他不知道，别管了，先骗回去再说。3年时间太短了，我得马上启程出发，但是不能把3宗覆灭的消息亲自说给师姐听了。顺丰，我有一事拜托你帮我办一下，你可愿意帮我？什么事？替我把那些东西送到婉月仙宫给我师姐。我可以，可是为什么是我去送？因为你叫顺丰。很快七宝把这次收获的宝物分一半出来给顺丰送去彩礼清欢，随后再给血河安排了一些任务，而自己就带数亿蚊子前往西方佛国。这数亿蚊子是要带到西方佛国去播种，至于其余的蚊子都各自回森林继续发育去。听说西方缺少蚊子，这次一定要结束西方佛国缺少蚊子的历史。你是剑魂，是浩然剑宗开派祖师飞升之前留在这一界的，任务是保护浩然剑宗。是的，是厉荣龟让你来对付我的，只是将我借给那桃太郎防身。厉荣龟不知道要对付的文道人就是你，怪不得天道之事都敢不顾。你改个名字吧，这剑魂的叫始终不方便。都听主人的。你见光快，一见光寒百一文，但是跟了我就别那么快了，就叫你且慢吧。且慢？怎么不满意？不敢。且慢，你每次出手都需要灵力供应吗？是的，只需主人在这剑上输入灵力即可，灵力越多，在下越强。
万魂幡的功能真强大，一个媲美神器的战力，就这么被万魂幡给收服了。大姐，堂堂练虚境的高手，随便跑哪个山头上都是能开宗立派的水准了，还跑来打劫？此山是我栽，此树是我开，要从空中过，留下买路财。阁下练虚的高手，打劫我区区一个元婴，过分了吧？我也不要多，留下苍梧令就可以滚了。苍梧令没有。来参加苍梧鉴宝大会，却没有苍梧令，天水呢？好像是有，但令牌太多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块啊？你有没有？先拿出来看看，我好对着找找看。哦，就是这个。原来这就是苍梧令啊！且慢，动手。喊什么且慢？我又没动手。我只要那个领头的，其余的清理掉。剑魂出手，一道剑光闪过，那群强盗除了领头的，其余的全都去见太奶。说这东西干啥用的？苍梧大会就在前方苍梧城召开，这是每100年才召开一次的拍卖大会，持苍梧令者方可入场。滚吧！师傅他们重生，除了12品金莲之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材料做辅料，正好可以在这里看一看，顺便就在这里等一下顺风回来会合。只因西方没有蚊子，男人就要把自己养的蚊子带去西方播种，要让西方佛国结束没有蚊子的历史。就在刚刚，蚊子捡了数十万个野生的储物袋，而男人去西方佛国的路上经过苍梧城，正好可以把这些宝物销赃。这位爷有没有兴趣请一个引路的？一天只需要1块零食，若有消费，商家返点全部退还，就只挣个跑腿钱。正好我手里有一点点物品要出手，去你最熟识的那家就行，商家返点就不用给我了，你收着吧。多谢爷傻，这就带你过去。这飞花楼乃是修士的聚集地，里面还可以交易各种物品。此次的苍梧大会则在后堂举办。退下吧，我先自己看看。好了，爷您有需要，招呼一声即可。随即七宝在飞花楼里瞎逛起来，这里百花齐放，有着许多琳琅满目的物品。不一会，七宝在一旁发现了一个御剑功法混沌诀，然后七宝看向御剑旁的介绍：神品功法，只需要10万枚灵石，开什么玩笑？服务员，过来。公子，你看上这混沌诀了吗？有兴趣，只是它为何如此便宜？神品功法，莫说是10万灵石，就是100万也是有人抢破头的啊！此功法修炼要求特殊，必须是混沌灵根方可修炼。我修仙界自诞生以来，也就出了混沌仙人这一个混沌灵根，很多人来买了，也只是拿回去做参考，要修炼基本不可能的，所以才10万这个价。这神品功法确定卖10万灵石哦！刚才你说的话，我都拿手机录下来了。你这手机拍视频蛮清晰啊！我余钱不多，也想换一台。你可以去靠谱平台买二手的呀。对比了多个二手平台，发现还是转的划算。这台苹果14 Pro 才3400，就比新款16少了个拍照键，却便宜了2000多，性价比超高的。你这么一说，我都想买了。放心买吧，现在新款升级不大，买二手真的很划算。而且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它家 iPad 5也很划算，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小姑娘声音真甜，好，10万，这个我要了。交易成了，这位爷可是说过不会要返点的，返点一成，这些灵石存下来，妹妹就可以去大宗门修炼了。好嘞，这玉简公子请拿好。正好我也有一点东西要出售，这些东西给我估个价吧。小姑娘临时往里一探，直接吓呆住了。储物袋里面有着无数的武器、丹药跟各种。这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我叫几个人来一起清点吧，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公子你先到包厢等我。行，我也不着急。我是这飞花楼的执事，您要售出的物资这边已经统计好了。这么多东西，你飞花楼吃得下吗？放心，就是再多10倍，我们也吃得下。不过这一下子也拿不出来如此多的灵石，想和您商量一下，折成记名的灵石卡，可在苍梧大会上消费，大会结束之后再把余下的灵石交付。也行，反正我也是要去苍梧大会拍东西的。贵客带来的这些东西，折价7500万枚灵石，这是灵石卡。今天是苍梧城100年一次的拍卖会，也称苍梧大会。平时罕见的宝物，今天在这都能拍到，而且最后压轴的物品绝对会让大家满意。现在为大家展出的是一件灵气级的护甲，为一头修为达到了元婴的地龙皮所制，十分坚韧，起拍价1万灵石。都是一些小玩意，对我没啥用，我还是研究这混沌诀吧。接下来七宝除了拍一些跟师傅他们复活有关的材料，其余时间都在研究混沌。现在拍卖的是雷灵根专属的功法。雷灵根，谁有那玩意啊？这东西拍回去也没用，大家别拍了，让他流拍算了。雷灵根，我有啊。
此功法为雷炼术，是一种引雷入体的炼体之法，炼制9层，可将身体炼制法宝一般，起拍价10万灵石。哦，天雷也是雷吧？这功法能引天雷入体的话，那不是爽透了？对了，这雷炼术的玉简不知何人所留，无法复制，不只此一份，可不是外面那些可以无限复制的大陆货能比的。这功法挺稀有的，自己练不了，放在族里当成传家宝也成啊！万一哪天族里出一个雷灵根的天才，不就起飞了？我出11万，我出15万，一群穷鬼，我出50万。谁？那个王八蛋这么叫价的？尼玛从15万直接跳到50万！你家灵石是大风刮来的吗？见四周无人应塔，随即凶神恶煞的干瞪周围的人，之后并报出一个价51万。这家伙应该是有一个后辈，刚好是雷灵根，故意劝大家不要拍，现在还威胁人，自己却还出了一个价，太不要脸了。100万。小子，你故意来恶心我仇天恨是不是？你什么是门？报上名来。他是仇天恨，以杀人正道的仇天恨。这小子热水不好，热仇天恨。拍卖师，我在你飞花楼消费，有人威胁不让我出价，这不是砸你飞花楼的场子吗？仇天恨，你若再如此，我就发动大阵把你打出去，然后取消你以后的入场资格。哼！这位客人，请放心出价，在这飞花楼内，没有人可以威胁你。仇天恨是吧？我知道你不甘心，不过我一般不和穷鬼一般见识，想找补回来可以啊。记住我的名字，我叫文道人。听到文道人的名号，全场倒吸一口凉气，尹天恨直接被吓到腿软了。我靠，这不是养蚊子吸血那个狠人吗？听说前段时间还灭了13个宗门，50万修士。原来是文道人，真是失敬。九某刚才有些鲁莽，还望莫见怪。行了，这点格局我还是有的。这个雷炼术的功法，我出价100万，没人比我出价高的话，就是我的了。于是现场拍卖继续，接下来的时间，仇天恨乖的像只安着。现在拍卖的是最后重量级宝物——恶魔号角。此物是从一个恶魔身上拆下来的，那个魔头据说被镇压在一处秘密的地方已经7万年了，说不定早就变成飞灰了。但是这只号角却魔焰滔天，威能依旧。我怎么在那号角上感受到了和内塔尼亚一样的魔力波动？拍卖师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撤去罩在上面最后一层法阵的手，七宝顿感不妙。我的武器出现了，在西边的方向，几万年了，我的武器终于要回来了。只因男人在修仙界发了一笔横财，就在飞花楼疯狂的消费，还在拍卖会上拍的许多宝物。此物属神器级别，虽然魔焰滔天，但价值依然不可估量，起拍价1000万枚灵石。不管这神器怎么样，先把它拿下，绝不能让内塔尼亚得到它。我出5000万。这文道英真有钱。文道人灭了13个宗门50万修士，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些灵石从哪来。反正这些灵石又不是我的，算是捡来的。正在此时，一声响彻整个苍梧城。感动我的东西都成为我的养分吧。我乃苍梧之主雷毅，阁下是谁？为何攻击我苍梧城？小家伙，以前没见过你呀！雷虎那老东西挂了。我雷家先祖名讳，不容你出言侮辱。管你硬不硬的，就是雷虎那老东西在这里，我也照打不误。老子饿了，让我吃饱。心情好的话，饶你一命也不是不行。吃屎！阁下莫不是在逗我？不逗你，我要1万个元婴修士，一个都不能少，还要把我的脚还给我，否则我吃了你满城的人一个不剩。你在耍我？此时内塔尼亚正在快速感应自己的脚，因为天道的雷云正在后面赶来追杀内塔尼亚。找到了，恶魔号角从刚才七宝他们待的大厅直直向内塔尼亚飞去。终于找到你了。很快内塔尼亚融合了恶魔号角，全身魔力翻了几倍。突然，内塔尼亚的身后远方一片黑色的雷云即将赶到，雷云之后还有10几个大成器的高手赶来。来这么快，等我吸干了这一城的人，天道也得给我让路。且慢，动手。这个人是谁？才元婴境界，但这气息很熟悉的呀，为何喊我且慢？下一刻，一个碗口粗细的大洞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内塔尼亚的胸口上。七宝为了防止他的心脏长在左边，于是再给另一边也来一下。我全部灵力都给且慢了，这魔这么难杀的吗？心脏碎了都没事。多谢兄台出手，兄台连护城大阵都挡不住他，你可知此魔是何来历？他是内塔尼亚。什么？怎会是他？我记得他是被压在战魂宗下的啊。战魂宗被3个宗门围攻，如今只剩了些许弟子了。
修仙界宗门之间互相碾压也时常发生，但是敢去围攻一个镇压有魔头的宗门，真是死字怎么写的都不知道。小友，你已经脱力，无法再战，可否帮忙去后方协助疏散？我去后面疏散的话作用不大，而且他后面的天雷要追上来了，听说很多名门正派的大成界也在后面追他，你我联手，只需要顶住一时半刻，危机自解。好，我先来，小友抓紧恢复。七宝财源阴境，能对内塔尼亚造成杀伤的，也只有且慢和蚊子渡劫，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蚊子渡劫。于是疯狂炫了几尊蚊子暂时恢复能力。我可以了，小友恢复的可真快。且慢，动手！只讲我吧，卑鄙小人，你到底是谁？我要生啃了你！雷印总算是知道七宝是怎么重创这魔头的，这他妈谁来都得迷糊一下。雷云越来越近了。内塔尼亚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会受到天道的排斥。只要天道察觉到他的存在，他走到哪里，天道就会踢到哪里。小子，你够卑鄙，有种报上姓名。在下文道人。有种，老子记住你了。看样子，内塔尼亚后面跟着的那10几个人，应该能够让他喝一壶大米。文兄，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苍梧城要损失惨重。那个，我不喜欢文雄这个名字，雷城主叫我小兄弟即可。此魔脱困，东部先驱，怕是永无宁日了。区区一魔，何来永无宁日之说？当年的仙魔大战并没有真正的终结，天门之上那一道巨大的世界裂缝魔焰升腾，数万年都未曾停止过。你当是为何？为何？因为内塔尼亚的身上有咱们这个世界的坐标，只要他不死，那世界裂缝就关不掉，魔皇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你是说，因为内塔尼亚的脱困，世界裂缝可能被重新打开，仙魔之战可能再起？不是可能，是必然。这场战争，不论内塔尼亚脱不脱困，都会再次发生的，只是因为他的脱困可能会让时间更早一些罢了。当初放内塔尼亚出来，我也是为了保住余下的师弟师妹们的无奈之举。小友，我要去婉月仙宫求援，要提前预备可能到来的仙魔大战，多联系一些宗门来商量对策。总之，尽人事，听天命吧。这是我苍梧城客卿令牌，只此令行走苍梧城，有如我亲临，此物作为对小友出手的答谢吧。多谢雷前辈，后会有期。必须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了，在顺风回来之前，先把拍卖所得的雷炼术练会吧。施主真是好本事啊！短短1个月不见，你又从哪里搞来这天雷炼体之法？简单。这是你师姐托我回的信，还有这阵盘也是让我转交给你的。我要走3个月的路程，你仅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你这速度不说冠绝天下，也算是极为罕见了啊！教教兄弟我呗。嗨，跟着鲲鹏那哥们学了几招，未得他许可，可不能乱传，否则教你又何妨？鲲鹏好像是个神兽来着，北部先驱的几个巨头之一啊！没想到顺风你还认识这样的大能。施主，3年时间不多了，我们出发吧。男人每天让蚊子念99乘法表，只要一只蚊子念1遍，男人就能获得1点信仰之力。而男人养有几千亿蚊子，信仰之力直接碾压西方的修佛者。刚刚七宝在苍梧找到顺风送信回来后，就跟着顺风来到西方的某处佛国。顺风，你们修佛的是怎么修炼的？佛是不用自己修炼的，自己只需要修心，然后用收集来的信仰之力浇灌自身。信仰之力是什么？佛法以信仰为生，有信佛者1人，则佛收获1人的信仰，然后100人、1000人，每一个修佛者都有佛国子民念自己所写的经文。顺风，你也有佛国吗？自是有的，不过我等出自灵山，天下佛国信众都要送贫僧等人名号，所以天下佛国也就是贫僧的佛国。不知道我写一篇经文让蚊子念会不会有信仰之力呢？顺风，动物念经文会不会有信仰之力呢？当然有，只要是有生命的生物都可以。该写一篇什么经文呢？蚊子智商不高，写太复杂，他们又看不懂。有了，写篇99乘法表，这个够简单了吧？于是七宝写了篇99乘法表，随后交给文总监，让他传达下去，让所有蚊子每天念2遍这经文。只要施主有足够的信仰之力，法化盛会就有希望了。法化盛会是什么？法化盛会就是选出1人代替下界佛门，向上界真佛提供贡品，然后上界自会赐下奖励给上界所赐之人，就是3000佛国的佛主。作为佛主，自然是有资格重新解释佛教教义，
所以你们选中我带你们去竞争佛主？不错，施主你能炼化舍利子，还能牵扯数十万的因果而不死，此事非你莫属。你们选我就不怕我把这西方的佛国翻个底朝天吗？这正是贫僧选施主你的原因，因为这3000佛国本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顺风真是一身反骨啊！竟然想让我去推翻西方佛国。但其实想推翻西方佛国，不一定非要竞选佛主才行。送你一个七彩悟空，你可以直接干翻他们。你竟有七彩悟空，洗炼一只七彩神虫，少说也要8000万灵石，更何况这是七彩悟空斗战胜佛。不用，我左下角全新鬼符版本，开局就送7天无限洗炼，零损耗洗宠，点就能洗出七彩悟空。只要你手速够快，1天就能满背包七彩神宠。这么爽，我也要来试试。怎么下载？点我左下角，无需下载，直接开玩。我还给你们申请了登录送千年神龙，洗炼100级必出100万年神龙。那我赶紧进你左下角玩去。但是佛主还是要竞选才行，我们要名正言顺推翻西方佛国，不能落人话柄，否则信仰之力也会受到影响。有道理。我只问一句，那佛门真有12品金莲，真能给人重塑肉身？当然，骗你我是小狗。那好吧，去灵山。灵山佛子顺风自东部仙区归来，寻得舍利子之主，邀请来参加法化盛会。盗取舍利子的贼子，你还敢回来？佛子啊，这吃肉喝酒的家伙，当初是怎么混进佛门的，还当上了佛子？我佛门中人的事怎么能说到呢？舍利子放在寺中几百万年，无人能将它炼化，为何不能叫贫僧带出去试试？我说我们从东土大唐呸，东部仙区而来，参加这一次的法华盛会。再怎么说，原来也是客啊，怎么门都不让进？这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当然可以进，不过只能从小门进。哎呀，我就要从正门进，看那个泼皮敢拦着我。哼，敢跟我来横的，就算你是佛子又怎么样？住手！真身舍利的女人，当然有资格由正门而入。随后七宝跟顺风等人进入灵山佛门，守门的小沙弥屁都不敢放一个。刚进来，那庄严的声音在响起。法华盛会业已开始多日，施主来的迟些，虽身怀舍利，但该有的流程还是要走的，烦请一层层上来吧。顺风啥意思啊？法化盛会的参与者是要过3关的，只有3关全过，才有资格上灵山之顶，在那里参加法化会。OK。这个手势是何意？第3关不用我出手吗？第1关辩经，请问施主何为私？我思故我在，私即我，我即私。套路吗？谁还不会啊？你套我，我套你，我看你能不能绕得过。经典当中没这么写啊，难道是新的理解？那这七施主到底是何意？贫僧总不能说自己不懂吧？丢不起这人。于是只能默默点头。随后七宝来到第2关，那僧人却没有开口，而是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又指了指自己，然后看向了七宝。拿呀迷！紧接着七宝走过去，往他头上梆梆梆敲了3下，然后头也不回地往上面走去。他懂我，他真的懂我。大师，这是何意？我问何为天，何为地，何为人？施主答：天生万物是你，地狱万物也是你，人行其间还是你，何必多问？施主果然是有大慧根之人。什么？这么难他都答得上来？多谢师叔祖留情，我还得上去盯着，以免出现意外。去吧，告诉那小子别太狂了，刚才差一点就圆不过来了。施主，这第3关是考验你有多少佛国支持的，请上莲台，将你能控制的信仰之力注入莲台就可以了。这听起来才像是正经的考验吧？七宝走上了莲台，然后盘腿坐下，认真感受着蚊子这段时间落下的那些信仰之力，将这些信仰之力尽数注入坐下莲台之中。看热闹的修佛者们也是惊到了，有如此多的信仰之力，不知道他是哪个派的。3关尽过，施主有资格上这灵山之巅了。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要辛苦你了。说吧，难为前面那些老人家演得那么辛苦，不就是为了把我送上来替你们做事吗？客气什么？这灵山看似铁桶一块，实际上暗里分成了3大派系。那你是什么派？小僧是原生派，坚守佛法最本真的样子。你这家伙可是吃肉喝酒样样都来的货，佛法本真是这个样子？
是真的。佛法本为善法，如今激进派却天天想着扩地盘，降临派一心只想让真佛下界。那舍利子就是从降临派手里借来的。当真是借来的？当然，我可以发誓。你那骗人是小狗的誓言，还是回家发去吧？说具体的，到底怎么比才能拿到那12品金莲？打架吗？那倒不用，我佛们向来不喜欢打打杀杀的。那我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坐着等就是了。上界现身的真佛看到你的舍利子，必定会选你做这界的佛门之主，向上界上贡品。那个贡品是12品金莲吗？是。男人在修仙界养蚊子，蚊子不仅会修炼，还会念经文。只因男人需要12品金莲复活师傅，而12品金莲需要海量的信仰之力才能接触，于是男人就自创99层法表经文，让自己养的数万亿蚊子命，从而让自己获得海量的信仰之力。就在刚刚，七宝通过了3关考验，竟得知12品金莲就是提供给上界的贡品。慢着，此人身上的舍利子乃我降临一脉，请交出来。笑话，舍利子乃我佛门之宝，归属整个佛门，不是你降临一脉所独有，你有何立场嚷嚷？哼，那也是由我降临一脉保管的。顺风身为佛子，居然行此偷盗之事，难道不该给个交代？你降临一脉几10万年都没有找到人炼化舍利子，还给你个交代，蛇皮袋你要不要？这里是佛门，吵来吵去的，成何体统啊？这是我佛门尊者韵达师祖，灵山之事由他老人家主持。不过他是个老好人，3派之争他并不参与。这特么都谁给起的名字？怎么佛门要去干物流啊？行了，木已成舟，舍利子一旦炼化就无法再取出，此事以后再说。几人正说话时，天空上出现了丝丝火焰，一道投影缓缓显现。顺风，那就是上界的真佛，对吧？是的，他乃是佛陀的弟子。真身舍利，没想到此界还有如此宝物。你是何人？佛陀弟子阿难。万千世界，知无名者甚少，知无身份者更少。没想到这天元界居然有一个。你是从何处得知？在我的家乡，佛陀弟子阿难在石桥上偶遇一少女的事，知道的人可不少。你那家乡流传着我怎样的故事？正好你们上次在左下角领的手机到了，你们可以在手机里看到上界使者的事迹。没有我的吗？我看看啊，还真没有，剩下都是要给粉丝发的。都是吗？左下角这么豪横啊，不会是2手的吧？放心吧，这些都是我跟厂商亲自严选去专柜验过的，保证正品。咱们一起挂机的，我这第2台都到了，你怎么还没发货？你这不是怀旧服吗？新旧链接有啥区别吗？当然有，你的认准我左下角新链接，库存更充足，领的自然快。这次左下角补贴了12000台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Mate 70 Pro， 想要就有，但这次力度太大，就这么一次。那我再去试试。整个灵山的人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七宝跟上界真佛聊天，却又不敢打断。阿难在出家之前偶遇一少女，从此爱慕难舍。佛祖问他，你有多喜欢这少女？阿难回答，我愿化身石桥，受500年风吹日晒，但求此少女从桥上走过。那后来呢？后来500年后的某一天，那少女从桥上走过，可惜她这次穿的不是裙子了，而是牛仔裤。你怎么可如此调侃上界使者？太调皮了，还不快道歉？这次发货确实快，已经提醒我填地址了。我亲自监督，当然快哦。这次你怎么领的是3折叠啊？趁现在知道的少，赶紧去领。这左下角无需下载1秒跳转，注册上线就能参与，还是3000倍极速升级。现在点我左下角，还有粉丝限定的3000台3折叠，先到先得。那我赶紧再领台3折叠去。无妨，故事倒也有趣。如此，就指定你为此界佛主吧。然后阿难伸手一比，一道金光落在了七宝的身上。眼看金光即将进入七宝的识海，突然万魂幡和舍利子一起抵挡，金光被2大神器给慢慢抵挡消散。靠，这不像是夺舍，更像是一种控制人心的密咒。怪不得佛门并不介意谁来做这个佛门之主啊！你可报上名号了。无名文道人，请佛主文道人奉上贡品，感谢上界使者。随后韵达将12品金莲交到了七宝的手上。按照规程，七宝只是转一道手，由他转交给上界使者即可。但是七宝拿着莲花，却没有交给上界使者。12品金莲终于到手了。系统，12品金莲它的本质是什么？能用来塑造肉身吗？终于想起我了，都多少集没出场了，粉丝还以为我跑路了呢。好了，大不了后面给你加戏，你就告诉我这12品金莲能用来塑造肉身吗？12品金莲是一界气运所凝结，可以。各位，在把贡品给所谓的上界使者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问在座的，包括这位上界使者阿难，可否？你这是何意？还不快快将贡礼给上界使者？给他？你们知不知道这12品金莲是一界气运凝结的？有意思，你居然没被同心咒控制，而且还知道气运。
12品金莲乃我天元界气运所凝，你说这话可有依据？我没有依据，你也爱信不信。我且问你，这天元界是否自从有了佛教之后，天下修士便再难飞升上界？几十万年之前还时常有人飞升，此后的确是如此，没几人飞升了。一界气运被偷，当然会如此。无论如何，这气运不能给出去。哼，一群蝼蚁，不给那我就自己去。灵山防御起，我们的佛力与他是同根同源，挡不住他的。七施主，你快走，带着12品金莲离开这里，不能让天元界的气运流失。佛力吗？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文道人的佛力。一道血色的信仰之力冲天而起，一只拳头抵向了阿难。你这小小蝼蚁，敢与本佛爷作对，死吧！且慢，动手！晚了，本佛爷一掌把你拍成肉泥。七宝在且慢身上集结所有的力量，集于一点。这怎么可能？我还会回来的。你们自己看看，这就是你们顶礼膜拜的真佛，一个高高在上，妄图收割下界气运的东西，他也配？从今日开始，我以佛门之主的名义重整佛门规矩。接下来，整个西方的佛教开始重整。1个月之后，七宝跟顺风一起离了灵山。 12品金莲你也到手了，但只有白泽一族才有重塑肉身的秘术。你真没骗我？你都是佛门之主了，算是我的老大，小僧怎敢欺瞒？可为何我总有一种被你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啊？你是不是有被骗妄想症啊？此时另一边，内塔尼亚带着天雷劫云，还有那10几个大成境的高手，在天元大陆上转圈圈。内塔尼亚时不时的停下来，像是在布置什么阵法。等着吧。 要不了多久，人族就会成为我的腹中餐了。别人都是气运之子，而你是气运之爹，就连顺风都要跟在后面乞讨，只因你获得一界功德气运所凝结的宝物12品金莲，用它可批量造出气运之子。就在刚刚，七宝拿着12品金莲来到白泽一族，准备复活战死的那些师弟师妹们。苏族长，在你这安的那些师弟师妹可都还好？都好，吃喝不愁，只是多数人都没在宗门被灭的状态下恢复过来。 我这次来就是要恢复战魂宗往日的荣光的，苏族长，重塑肉身之法，当真是在这里？自然是在这里的，这里可是我白泽一族世代相传的地方，整个天元大陆所有秘密这里都有记录。如果这里都找不到的东西，那它一定是不存在的。很快，苏世宁从一个角落的箱子里拿出了重塑肉身的方法，七宝也拿出复活所需的材料。紧接着，七宝将12品金莲放大，开始按照古籍之中记载方法操作。一阵金光之后，一个1岁左右的小孩子正在莲台之上。宗主，我操，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出来的是个1岁的身子？我记得我已经死掉了，怎么出现在这里？这是新的肉体吗？七宝简单将事情来龙去脉讲给灵动听。事情就是这样的。原来如此，七宝辛苦了。既然宗主复活没有问题，第二个自然就是师傅了。身体小没事，反正能长大就行。感情我第一个复活是试验品呗。随后灵动被抱走，七宝继续操作。苏明也复活了，白泽血脉让他就算是重塑的肉身，也依然保留了身前一些外貌特征。然后就是身上没有衣服，苏世宁赶紧带着苏明去找衣服了。然后一个接一个的1岁孩童在莲台上出现，战魂中当初战死的人基本都复活了过来。望着眼前剩下今年的气运，七宝灵光一闪，有钱不用，过期作废啊！不如让活着的那些人进去，把这些气运吸掉，这样他们都是气运之子了。七宝把战魂宗还活着的那些师弟师妹们全都叫了过来。 让他们直接肉身进去沾沾气运，还能这么玩？来啊，把你的族人叫来啊！行了行了，差不多了。被种下气运的气运之子是无法脱离当前世界的，别都给种了。族叔，你来了，我正要去叫我们的族人呢。七宝小兄弟说我们也可以沾沾气运的。 不可，我白泽一族本就受天妒，若再成了气运之子，我怕咱们的族人连目前这1000多人的规模都无法保持了。师傅，我战魂宗绝大多数都重塑肉身了，只是个别魂飞魄散的人，徒儿实在无能为力了。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我战魂宗9成9的人都保存了下来。你们是说内塔尼亚现在是整个东部先驱的祸害了？还有西部先驱那3000佛国，现在也都听你的了？是的，我还养了很多的蚊子，用它们干爆了13个宗门，灭了几10万修士。师傅会不会觉得我是邪修？
写个球啊！有本事来我战魂宗杀人，就得有被杀的觉悟。为师只会夸你杀得好。魔族迟早会再次席卷大地，只是这一次人族还能拿什么来抵挡？1万多年之前，那时我就卜算出，唯有战魂宗的一个变数出现，人族才有希望赢得这一场战争。所以我才在1万年前放下族内的一切，去了战魂宗，做了一个长老。师傅，这么多年，你怎么知道那个变数一定是我？本来为师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直到你的出现，只一眼我就知道是你，穿着一身破烂，还有这拖鞋，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气质。这样的人，这万年以来就只出现了一个，不是你是谁？这次同样也要集结天元大计的所有力量，才有可能结束这一次的危机。族叔浩然剑宗已经在1个月前向全天下所有宗门发出了倡议，要在半年之后于天门城下进行会盟。七宝，你相信浩然剑宗能成功集结起所有宗门，同心同德，一起应对这一次的仙魔之战吗？哼，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勾心斗角的贱人，他们也配？所以这个头得我们来签，不是为了什么权柄，而是为了保全我人族。师傅说什么都是对的，你脑子好使，你来安排。七宝，你明日就出发，去北面，以最快速度联合北部仙区所有妖族，带他们去参加会盟。其中最大的妖王七彩吞天蟒，需要你亲自去说服，此行非你不可。徒儿保证一定说服此妖王。顺风小师傅，要麻烦你回西部仙区灵山佛国做好准备，前去参与会盟。OK， 我亲自前往千灵圣地，请他们的宗主出关，整合南部仙区所有宗门参与会盟。至于东部仙区，就是最后集结的目的地，没有安排人前。而最后中部仙区，苏明决定写信给那里的苍梧城主不应。你可知道，这东部、西部、北部、南部还有中部5大仙区，为什么是这样称呼的吗？徒儿不知。7万多年之前，上一次的仙魔大战，他们的名字实际上是东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南部战区、中部战区，人族5大战区。哦，原来如此。第二天，七宝独自前往北方，路上拿出师傅苏明写给北陆妖王的信，还有顺风也交给了他的2封，一封说是给鲲鹏一族的，还有一封给天狗一族。起码有3个妖族，应该是没问题，能参加会盟。不过师傅出发前为什么强调七彩吞天蟒是母的？提醒我这个是什么意思？男人在修仙界大规模养蚊子，如今男人养的蚊子已经发展到了北部极寒之地。发展这么快的吗？整个北部仙区1/3的地域都有咱们的蚊子在那里生活。好，你们没把这里给吸干吧？没有，这边的妖兽实力比较强，我们要实在馋了，就吸点小兔子、老鼠什么的。行了，去吧，有什么消息再来通知我，我得去送信了。此乃天狗一族祖地，来者何人？请说明来意。金毛？没礼貌，我打乃是天狗一族里的金毛好，不是金毛。去。你敢杀我们？上，咬死这个人类！等等，我是来送信的，替顺风那小子送信来的。顺风？你说的是小黄吗？就是灵山佛门的佛子顺风啊。等等，你说顺风是小黄？是啊，那可是我们天狗一族的天骄呢。尼玛，顺风还真是狗啊！怪不得这小子总是把骗你是小狗挂在嘴边。那我们去给大黄通报吧，你就在此待候。这是我儿顺风寄回来的信。实锤了，天狗一族的王就是顺风的爹。是的，这是一点薄礼，还请笑纳。哎呀，来就来嘛，你还带什么东西啊？哎呀，这是七彩神宠，洗炼一只少说也要8000万灵石，这礼物太贵重了，10步的。不用，这是我左下角全新鬼符版本，登录就送7天无限洗炼，零损耗洗宠，点就能洗出七彩悟空，只要你手速够快，1天就能满背包七彩神宠。那为啥我之前下载的不行？你要来我左下角鬼符版本才行，点击直接玩，都不用下载的。我还给大家申请了登录送1000年神龙，洗炼100级出100万年神龙。我这就来左下角。阁下可是为了会盟的事来的吧？正是，不知前辈可愿意？放心，到时必定前去会盟。如此，那我还有事就先行离去了。很快，七宝来到了鲲鹏一族，把信交给了顺风的那位故人。小友，此事我应下了，会盟之时，我鲲鹏一族必到。多谢前辈。随后，七宝向更北的地方飞去，飞行了整整半个月，才终于到了妖王的地界。战魂宗七宝拜见七彩吞天蟒前辈，有故人托我来给前辈送上一封信。难道不在家？小哥哥，你找谁啊？
我专程前来拜见七彩吞天蟒前辈的，不知道他老人家去了哪里。是哪个故人送来的？白泽一族，苏明。你确定是他叫你来送信的？你认得我家师傅？我说你到底认不认识七彩吞天蟒前辈啊？我真的有要事啊！着什么急啊？让本姑娘仔细看看，身材饱满，血气浑厚，还罪孽深重，无属性极品灵根，不错不错。害我等了这么久的时间，送来的人本姑娘勉强满意了。什么意思？还请姑娘将这信转交给七彩吞天蟒前辈。你这是何意？你以为你是送信的，其实你才是那封信呢。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和你生孩子了。你师父让你来，不就是送给我生孩子的吗？等等，你说清楚，你到底是谁？什么叫做送给你生孩子？突然之间，一道恐怖到极点的气息从女人的身上溢散而出，在这种单纯的威压之下，西宝只能用文字的信仰之力把自己罩在。我说你就是七彩前辈吧？叫我丫丫。仙魔大战，苏明答应过我，只要出山助他作战，就给我找个如意郎君，说助我吞天蟒一族延续后代。怎么用完了我？想赖账？丫丫前辈，仙魔大战的确在即，不过你这还没有出山呢。等等，你说的是上一次的仙魔大战？那不然呢？上当！原来师傅说是说服妖王，但这特么这是蛇啊！你当我是许仙啊？草莽英雄吗？什么都敢去捅一捅，怎么办？又不能用且慢出来干他，毕竟是来求人家帮忙的。七彩吞天蟒北部先驱的妖王，得罪了他，就不要想让妖族帮忙了。这破罩子怎么那么像那棒秃驴的招数？就是颜色不太一样。别秃驴秃驴的，虽然我不是，但现在那些秃驴都归我管了。行，那你把这个罩子打开，和我洞房好吗？丫丫等了几万年了，今天晚上就要。不，坚决不开！几万年了，丫丫老阿姨，你就找不到个男人吗？哪怕是公的也行啊。嘿，你才老，我们吞天蟒一族10万岁才成年呢。还有，你当我是什么蛇了？丫丫只要气运之子，这样生出来的蛋才能变成9彩吞天蟒。这丫丫好像脑子不是很灵光啊。有了。我觉得吧，你是不是理解错了？那不是我忽悠你哈。停！当别人说不是我忽悠你时，就是准备要开始忽悠我了。这是白泽一族说的。天杀的白泽一族，是哪个屌毛乱叫丫丫？你怎么什么都教？谁骂我？算了，跟丫丫简直是说不通了，直接来硬的吧。不如咱来比一比谁厉害就听谁的，怎么样？开什么玩笑？还敢有人挑战吞天蟒一族？老寿星吃砒霜，活腻了吧？好啊，怎么比？大家都不许用灵力，比武力。好。这局就算你赢吧，下一局咱们比什么？啊，不是一把定输赢吗？我们人类的规矩是3局2胜。那这局来石头剪刀布吧。来就来。你怎么出的慢半拍？我网卡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妖族的规矩是5局3胜，10局6胜吧。停下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无所谓的啊，难不成你同意和我洞房啦？丫丫，我这么跟你说吧，强扭的瓜它不甜。什么瓜甜不甜的，解渴不就行了？不，我是说，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人了，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你那个心上人是百里清欢吧？这会正追在内塔尼亚屁股后面呢。一个元英俊的小丫头凑热闹干嘛？估计要不了多久她就要死了。你说什么？